死我了！头好痛，我不是刚做完那台换心手术吗？这是哪里？跪下！你给我跪在这里向大嫂谢罪！二哥，别叫我二哥，陆青青，你为了那个小白脸把家底败光就算了，现在还把大嫂气得早产。大钱国流云村，我竟然穿成了个神憎鬼厌的龙门恶女。二郎，别骂了，让你妹妹安生会儿，别惊着你大嫂。爹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护着她？大嫂要是出事，我要这祸害偿命。药声中断，气息衰竭，这情况不对。你还敢咒大嫂？信不信我今天打死你？想让大嫂死你就继续闹。不好了，不行了，快准备后事吧。李婶儿，你说啥？刚才还好好的。是血崩啊，孩子脚先出来的，卡住了，大的小的都保不住了。大嫂，怎么会这样？都是你，陆青青，是你害死了大嫂，我要杀了你！出血量多少？产妇意识还在吗？啊！你说啥？亲丫头，你疯了？那血跟流水一样。胎位不正导致的难产大出血，再拖1分钟就是1尸2命。哎，青青，不能进去啊，那是血房。哎，想让大嫂活命就给我滚远点！开门！陆青青，你个畜生，你把门打开！造孽呀！你这死丫头是要让风氏死不瞑目！打开！陆青青，大嫂要是死了，我把你碎尸万段！阎王爷想收人，那也得问问我手里的针答不答应。给我止住！凝血功能还在，这条命算是拽住了一半。大嫂，醒醒，别睡！要想孩子活命，就给我醒过来！青青，我这是死了吗？没死，我不让你死，阎王也不敢收。现在听我说，孩子卡住了，你必须用力。没力气了。宫缩乏力，胎位虽然正了，但动力不足，必须上手段。再来！看到了，头出来了！不想孩子憋死，就给我拼命！母女平安，大的止住了血，小的也没憋坏。你会接生？那可是血崩啊！怎么，二哥很失望？我不是。大夫，没请到。小婉怎么样了？晚了，还是晚了吗？青青，你让开，让我看他们最后一眼。老大，别嚎了，活了，都活了，是你妹妹救回来的。你救的？大哥，想哭进去哭，别挡着我去造访。没事。那是给大嫂补身子的。闭嘴！这一碗是你妹该吃的，不够爹再去煮。锅里还有个鸡腿，爹给你留着。这具身体太弱了，做个助产手术差点虚脱，必须尽快恢复体力，否则别说行医，活下去都难。我不吃鸡腿，给大嫂留着发奶。青青，只要80两，我就能打点考官，中了秀才，我就娶你。3月16最后期限，还不上钱，这房子、地，连你大哥都要拉去抵债。抵债？今天几号3月15啊。3月15，明天就是还债的死期，80两高利贷，也就是10万块。好一个宁修文，拿着陆家的救命钱去买前程，真当我是死的？青青，你要干什么？大嫂刚生完，去讨债，属于陆家的东西，哪怕是1粒米，我也要让那个人渣吐出来。青青，那是宁秀才家呀，使不得！青青，使不得呀！我就说嘛，是啊，宁兄，你可真是厉害啊！
陆青青，你疯了，竟敢踹我家的门！踹门？若不是为了那80两银子，我今天拆了你这破庙！哎呦，这哪是姑娘家，简直是个活土匪！青青啊，今儿家里有贵客，你这副穷酸样就别进来丢人现眼了，赶紧滚回去！脸色红润，中气十足，眼白无黄染，呼吸平稳，这叫快死了！这老陈婆比牛还壮，滚！我看该滚的是你这一身肥膘吧。宁修文说你病入膏肓，都要准备后事了。我看你这精神头，送走10个我也绰绰有余啊！住口，别胡说八道！青青，我知道你家里出了事心急，但也不能在这儿撒野。这是我同窗，若是坏了我的名声，你以后还怎么做秀才娘子？秀才娘子，你这软饭硬吃的本事，倒是比你的学问强多了。80两！当初你跪在我面前哭诉老娘要死，骗我家拿房屋契抵押借的高利贷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吐出来！80两，宁兄竟借了这么多钱，不是说靠写书赚的润笔费吗？陆青青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就你那穷家破户，拿得出80两？修文哥才华横溢，那是靠本事赚的钱。倒是你，听说你大哥借了驴打狗还不上，你是想钱想疯了，来这儿讹诈吧？我和债主说话，哪轮得到你这条看门狗乱吠？你骂谁是狗？谁搭腔谁就是。丁香，你爹那个庸医差点害死人，你这做女儿的倒是青出于蓝，抢男人抢得理直气壮啊！够了，陆青青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简直不可理喻。失望？这样够不够失望？你敢打我？这一巴掌是替我那傻得可怜的原身打的。把钱拿去养你这只白眼狼，还不如喂狗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你这泼妇敢打我儿子！我的腿！别装了，刚才那一棍子只伤皮肉不伤骨，你若是再豪，我就让你真断一条腿。陆青青，你今日如此羞辱我，就不怕我不娶你吗？你名声本就坏了，如今这般泼辣，除了我，谁还会要你？娶我，就凭你？你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你摆布的产货？宁修言，你听好了，我陆青青就算一辈子不嫁，也不会嫁给你这种虚伪自私、靠女人血肉往上爬的垃圾。修文哥，他疯了！闭嘴！再多说一句，连你一起打！80两，外加这几年你从我家骗走的吃穿用度，少一个字儿，我就去县衙击鼓鸣冤！你敢？怨事在即，你这是要毁了我！是你自己毁了自己，拿着我的救命钱在这花天酒地，买新衣、置田产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宁兄，这若真是借的钱，还是还给人家吧。读书人最重信义。是啊，此事若闹到学政大人那里，怕是……不是这样的，这是他的一面之词。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放手！你要干什么？不还是吧？好，这叫问心真，专治心术不正。如果不还钱，我现在就拖着你像死狗一样去游街，再去县衙告你不孝不义、诈骗钱财。你猜，到了公堂之上，县太爷是信你这空口白牙，还是信我家那张白纸黑字的抵押契约？我还！娘，拿钱，快拿钱给他！儿啊，那是给你娶媳妇儿的钱啊！还不快去！是要看你儿子疼死吗？不给，别扎了！早这样不就结了？只有45两，剩下的呢？那30两买地了。地？买的谁家的地？陆家的。好啊，好得很！拿着我的钱买我家的地，再雇人种，这一手空手套白粮玩的真溜啊！钱我收下了，但这事儿没完，剩下的35两，还有那几亩地，我会连本带利讨回来。二位公子，今日这戏好看吗？记得回县学多帮宁丘人宣扬宣扬，这种品行高洁的大才子，可千万别埋没。陆青青，你毁了我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虽然拿回了钱和有了文书，但这具身体还是太弱了，刚才那几下已经有些气喘，
必须尽快把身体调理好，否则在这个吃人的世道根本护不住家人。哎呦，你们是没看见啊？那陆家老二也是个傻的，一个人跟4、5个壮汉打，血淋的跟杀猪似的。真的假的？陆云平时看着挺壮实，这回要被打死了吧？活该！谁让他们家得罪了宁秀才？听说宁秀才雇了隔壁村的无赖林壮，专门去收拾陆家那块地。陆云，二哥，他在地里。你说什么？陆云在哪里？哎呦，哪个杀千刀的？陆大丫头，你在啊？我问你，陆云在哪儿？快说！在东头那块大田里，林壮带人正围着打呢，好像不动弹了。该死，宁修云，你竟然还留了这一手！陆云，你个傻子，千万别死！你要是敢死，我就把这全村的人都扎成筛子！坚持住，二哥，我来了！不知好歹的狗东西，这地现在归老子种，再敢养老子的种子，老子把你埋这儿当肥料！这是陆家的地，是用我家的钱，那是给我妹的彩礼钱！你们这群强盗！啊！松口！你属狗的呀！啊！救人命啊！啊！我的手！谁敢动老子？我看谁敢再动我二哥一下！陆青青，还能站起来吗？不用你管，你又来干什么？还没把这个家害够吗？住手！都住手！误会，都是误会。青青，别闹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给我留点面子。这地我已经买了，林壮是我雇来种地的。面子？宁大秀才还要面子？青青，我知道你气我不帮你还债，但这地是为了咱俩的将来买的。等我中了秀才，一定风风光光娶你，这些地以后也是你的嫁妆。宁秀才这话说的仗义啊！是啊，看来是为了陆家好。仗义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乡亲们听好了，这3亩良田是宁修文用骗我的印子见钱买的，拿着我陆家的救命钱买走我陆家的地，再雇人来打我陆家的人，这就叫读书人的仗义。啥？宁修文，你不是说这钱是你卖字画赚的吗？不是，他胡说，这是污蔑。我是读书人，怎会做这种事？还不承认？刚才撕掉的那张田契上可是清清楚楚写着交易日期，就是我借钱给你的那天。宁修文，要不要我现在去衙门，让县太爷查查那印子钱的流向，看看最后进了谁的口袋？你敢？进了衙门你也得脱层皮！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渣子。那我们就试试，看是我的皮厚，还是你这秀才的前程硬。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！青青，丫头，去县城可是大价钱，这时候去还得算个过夜费，一共30文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成交。哎呦，真有钱啊！行行行，这就走。陆青青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去哪儿？你哪来的银子？是不是又要拿着钱跑路去找那个小白脸？二哥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？刚才没看见我差点把它废了？我不信，你以前这种事干的还少吗？这钱是不是咱家咱最后的救命钱？你不能带走。上车。啥？怕我跑了？那就上车看着我。我要去县城彻底解决这笔烂账，顺便给你治治这猪头脸。我说你们两个，好，我就盯着你。你要是敢乱花1文钱，我就把你绑回来。擦擦吧，看着怪瘆人的。我不擦，不用你假好心。别动，伤口感染了会发烧，到时候还得花钱给你买药，那才是浪费钱。你真的不去给宁修文送钱？送钱？我是去送他上路。哼，还有15两印子钱没还清，那张田契还没过户盖官印，
如果不趁热打铁去县衙把这事办死，宁修文那小人缓过劲儿来，还会反咬一口。去县衙？这时候城门都要关了，而且那是官府啊！丫头，这时候赶路可悬啊！要是到了那城门关了，咱们可就得在城墙根底下喂蚊子了。那就哪怕爬也要爬进去。宁修文这种人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必须在他动用关系之前，把白茜变红茜，把死局变活局。石头叔，再快点，加钱！得嘞，驾！钱老板，求你了，那30两银子我来还。你那穷的叮当响的陆家拿什么还？拿我的命，拿我的手，只要你把陆青青的借据消了，别让他去抵债，我现在就把手剁给您。哟，这年头还有想把自己剁了当猪肉卖的？我妹不懂事，她不能毁在这儿，您宽限几天，我就是卖血也。行了，别脏了我的地儿。你那2只爪子加起来也不值5两银子，我要的是钱。二哥，把刀收起来。这世上只有一种东西能平事，那就是银子。连本带利45两，老板点点吧。这怎么可能？慢着，借据呢？还有之前压在这儿的田契复印件，1张都不能少。姑娘好手劲儿，有，都在这儿呢。两清了，真的还清了，不用剁手了。这陆家丫头，眼神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？那股狠劲儿，比我还像个放印子钱的。掌柜的，等等，这套毫针太软，我要那套金刚打造的，还有那几把30针，都要了。姑娘是个行家呀，这一套下来可得3两银子，这针法一般郎中可不敢用。3两，抢钱啊！咱们刚还完债，哪还有钱买这玩意儿？青青，咱回家吧，这针能当饭吃吗？那可是咱们全家半年的口粮钱啊！这不仅能当饭吃，还能救命。大嫂的身子还要调理，这针我必须买。再给我装2两当归，3钱红花，还要1副生石膏。好嘞，姑娘稍等。败家，太败家了！刚才还觉得你变好了，转眼就乱花钱。二哥，目光放长远点，这点钱以后我会100倍、1000倍的赚回来。吹牛！你要是能赚回来，我就把这药铺的门槛吃了。在这个缺医少药的时代，这套工具就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宁修文，咱们的账还没算完呢。青青，咱走吧，这地方阴森森的，万一被抓进去是要打板子的。闭嘴！宁修文那个伪君子，丢了那么大的人，肯定会连夜来找县城疏通关系。我要堵的就是他。你疯了？那是官，咱们是民，民不与官斗，你懂不懂？哼，我不仅要斗，还要让他身败名裂。啊！快让开，那是大人物的轿子，别找死！快开门！公子救急犯发，子川也没找到，快叫李神医来调命！咋了？那人怎么吐那么多血？看着像要死了。那是中毒引起的肺络崩裂，那株草药正是子怀。完了，我好像抢了他的救命药。青青，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？咱们还告不告宁修文了？告，当然要告。我决定的事情哪有这么容易变卦的？哎，妹，真巧啊！民告官可是要先滚钉板的。怕什么？宁秀才赖账不还，还要谋夺民产。今日我就要让青天大老爷评评理！住手！陆青青，你个疯婆子，你不要命了！这鼓敲下去，你也得脱层皮。哟，宁大才子舍得出来了，我还以为你死在哪个温柔乡里，等着我给你烧纸呢。办，现在就办！把那个死契给我拿来！谢了你写的文书，还有剩下的5两银子拿来。陆青青，今日之辱我记下了，你给我等着！等着给你送终，那我可没空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待我考取功名，金榜题名时，定要让你这无知村妇跪地求饶！就你，印堂发黑，眼底清虚，一副纵欲过度的衰样。你说什么？文昌帝君不度怨种，你这满脸晦气，别说考状元，出门不踩狗屎都算你积德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粗鄙，不可理喻。哈哈，你看他那样，像不像只被人踩了尾巴的落水狗？走了，跟这种人多说一句，都容易折寿。妹，咋了？咱不是赢了吗？还没找到那个疯女人，公子的毒已经压不住了。那子怀是唯一的药引，谁知道半路杀出个丑女，硬是把药抢了去。公子听说药没了，气急攻心，昨晚吐了一大口血。若公子有个3长2短，咱们都得陪葬。子怀，那
那个像干树根一样的东西，那是救命药。全城搜捕，那丑女人脸上有道疤，特征明显，一定要把她挖出来碎尸万段。疤痕，丑女，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抢药气死贵公子，这梁子结大了。谁在那里？哎呦，二哥，你这鞋怎么踩了这么大坨屎啊？臭死人了！屎哪儿呢？我没踩啊！让你走路不长眼，还得老娘给你擦。晦气，是个擦鞋的村姑。妹，你干啥呀？我新鞋没踩屎啊！闭嘴，快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小妹，你看前面，那不是爹和大哥吗？石头叔，快接住他们！青青，你们咋回来了？快回家去，我和你哥有点事儿要出远门。小妹，你怎么这会儿才回来？快带爹回去，这实况我去就行。闭嘴！我是当爹的，要去也是我去，你还有媳妇儿孩子。都给我闭嘴！去什么实况？去签死期送命吗？青青啊，不签契哪来的钱还债？那印子铺要剁你的手啊！爹这把老骨头不值钱，能换30两银子保你平安，值了。小妹，大哥皮糙肉疼，5年很快就熬出来了，你别拦着。熬什么熬？还什么债？你们看这是啥？这是银子，哪儿来的？印子钱还清了，借于私了，田契拿回来了，这是剩下的，以后咱们家不欠任何人的。真的，咱们的地回来了。不仅回来了，以后咱们还要买更多的地。回家，大嫂和孩子还等着吃饭呢。老天开眼啊！我的闺女出息了。这就是至亲吗？这种哪怕牺牲自己也要护着家人的傻劲儿，真是久违了。我去告诉小婉，她肯定高兴坏了。哎，小婉，让开，听声音不对劲。小婉，你怎么了？身上怎么这么烫？别碰我，疼！啊！小妹，别打我，我没偷懒，我这就起来做饭。小妹，你嫂子刚从鬼门关回来，你别……我都救过她一次了，怎么像是我要害她似的？急性乳腺炎，重度堵尿，再不通引起化高烧，这年头没抗生素就是死路一条。什么炎？闭嘴！什么时候开始疼的？昨晚，但我怕吵着大家睡觉。怕吵醒谁？你是想把自己憋死，还是想把孩子饿死？大哥，去烧一锅开水，拿3条干净毛巾来，快！想让你媳妇儿活命就快去！小妹，不行啊，她在喊疼，你会弄死她的。这是毒奶，不揉开这冰块，她就会高烧惊厥，到时候大罗神仙也救不了。你要是想当官夫，我现在就停手。按住她的手，别让她乱动。杀了我吧！太疼了，当家的，救救我！别好了，省点力气，金块太硬了，光靠揉不行，得吸出来。吸？怎么吸？孩子太小，又饿得没力气，肯定吸不动。你来。我？这里除了你还有别人吗？难道让我去叫爹或者二哥进来？这成何体统？我是男子。体统是体统重要，还是你媳妇儿的命重要？陆枫，你听好了，现在堵在里面的不是奶，是毒。你不吸出来，他今晚就会烧死。选吧，是现在丢点脸，还是明天给他办丧事？我吸。要用力，直到吐出黄水为止。这一家虽然愚昧，但这股子韧劲儿倒是值得救。出来了！能让那种级别的侍卫紧张成这样，这公子的身份怕是通了天。子怀主之寒毒入骨，经脉寸断，那种病要么是天生绝脉，要么是被人下了奇毒。不管你是谁，既然药到了我手里，那就是我的。想要回去，拿命来换都不行。这可是我也需要的解药。小妹，这可是半罐子盐啊！你就这么滤，没味儿了咋办？那不是盐，是毒，里面全是杂质和硝，吃多了人会变傻，还会水肿。白的，像雪花一样。这是咱家的盐。不苦，一点都不苦。青丫头，这也是你以前学的？咱们村没人会这个。原主以前是个草包，这解释不通，看来得编个瞎话。昨晚做了个梦，梦里有个白胡子老头。白胡子老头教我治病，还教我怎么把苦盐变白盐。那是神仙啊！
我就说，小妹这一醒来跟换了个人似的，原来是神仙点化了。孩儿他妈保佑，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爹，把手伸过来。咋了？伸手。脉象沉细无力，尺脉几乎摸不到。爹，你是不是经常腰膝三软，夜里妒汗，还伴有耳鸣？老毛病了，庄稼人谁没个腰酸背痛的？这是肾气亏空，加上常年劳作留下的陈年旧伤，再不治，不到冬天你就得瘫在床上。瘫痪？小妹，那咋办？死不了。从今天起，家里的重活爹不许干。我回头开个方子，咱们慢慢养。花那冤枉钱干啥？我这把老骨头，钱是赚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。宝栓，宝栓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中邪了？快查人中！都散开，别喂水，那是想呛死他吗？陆家恶女，你离我儿子远点，你想害死他是不是？气到完全梗死，再过半分钟就是脑死亡。不想给他收拾就给我滚开！他在勒那孩子的肚子，这是要杀人啊！打死这个恶毒女人！快救人！给我出来！放开我儿子！放开我儿子！你这个杀人犯！如果不救他，他现在就是死人。相信我。活了。宝栓，娘的宝栓！真救活了？那是啥法子？勒肚子还能救命？以后吃东西别嬉皮笑脸，不是每次都有人能把他在鬼门关门口拉回来。勒腹救人，闻所未闻。这陆家丫头，莫非是被什么妖邪附体了？敢抢我的饭碗！陆青青，你差点弄死了人，拍拍屁股就想走？哼，好狗不挡道，没看见那孩子已经活蹦乱跳了吗？活蹦乱跳那是命大，刚才大家伙可都看见了，你像个疯婆子一样勒那孩子的肚子。就是，要不是丁大夫来得及时，那孩子早被你勒断气了。年轻人不懂事，乱用蛮力，幸亏老夫及时出手，隔空拍通了他的背气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哦，隔空拍通背气，那吐出来的雨点团子也是你拍出来？那是老夫独门的顺气法，你这黄毛丫头懂什么医理？少废话，我爹那是神医手段。你刚才差点害死宝栓，这精神损失费和诊金怎么也得20两。20两？这父女俩是穷疯了，还是把所有人都当傻子？20两。丁红石，你行医30年，连个执医证都没有，也好意思收诊费？你胡说什么？老夫救死扶害，要什么证？无证行医是大钱绿篱的重罪。你开的那些草根树皮，吃死了多少人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闭嘴！你个恶毒女人，敢污蔑我爹！你以为谁都跟你那废物爹一样吗？陆青青，你装什么在清高？全村谁不知道你爹是个软骨头？那天你那个短命鬼嫂子要死了，你爹来我家求几根破针，跪在地上磕头跟狗一样。那是他识相，求医就要有求医的态度，穷鬼就该跪着。几根破针也值得炫耀。既然你们嘴这么臭，我就帮你们洗洗。你敢打我？你们都是死人吗？给我打死他！臭娘们儿，敢动香姐，找死！啊，我的手！还有谁想来试试？是断手还是断脚？我可以免费帮你们治，前提是你们受得住。爹，他疯了，他是怪物！反了，简直是反了天了！这就是你们的本事，以后嘴巴放干净点，否则下次断的就不是手腕了。去死吧，你个贱丫头！老东西，身手这么矫健，跳大什么呢？放手，你个野丫头！爹，陆青青，你个疯子，快放开我爹！既然想偷袭，就得做好摔断腿的准备。丁红石，你要不要脸？一大把年纪偷袭个小姑娘，谁敢动我妹，老子拆了他这把老骨头！陆兴旺，你看看你闺女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我呸！刚才是谁在背后下黑脚？大家伙可都长着眼呢！就是他欺负人，宝创差点被他弄死，是我爹救回来的。没错，你家丫头刚才差点勒死宝创，若非老夫出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哼，哦，你救的？那你倒是说说你是怎么救的？老夫那是独门顺气法，
岂是你这种黄毛丫头能懂的？是啊，丁大夫行医几十年了，陆青青哪懂什么医术？肯定又是陆青青瞎胡闹，差点害了人命。放屁！明明是我妹救的，你们眼瞎了吗？青青那是偏方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怎么成害人了？偏方，我看是催命方。大家评评理，这种祸害留着就是祸患。陆青青，以后离我家宝栓远点，否则我不客气。不是丁大夫救的。林烨，你个丑八怪，胡说什么？是不是皮又痒了？我看见了，在丁大夫来之前，宝栓就已经吐出东西了。这就是卡住宝栓的东西，是陆青青把她抱起来甩出来的。这丫头倒是有点骨气。你懂什么？那是老夫拍背的功劳。娘，那个姐姐抱着我甩完，我就能喘气了。丁伯伯后来才来的，你也看到的。听见没？连孩子都这么说。有些人啊，脸皮比城墙还厚。我就说我闺女是救人，某些人没本事还想抢功劳，也不怕烂了舌头。这原来是大妹妹救的，刚才对不住了。这不算，那是她运气好，那是瞎猫碰上死猴子。运气？行啊，下次你也去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救回一条命。走，跟这群刁民有什么好说的？陆青青，你别得意，宁秀文哥哥马上就要考秀才了。哦，那祝他考个状元回来给你立牌坊。等修文哥哥中了秀才，我就是官太太。他说了，你这种破了相又泼辣的女人，只配嫁给赖汉子。官太太，就凭宁修文那个吃软饭的窝囊废，你闭嘴，那是你嫉妒。修文哥哥说了，我是他的福星。福星？我看是灾星还差不多。还有，别什么都往外说。说什么？情人眼里出西施，那是人家眼瞎。你这顶多算是情人眼里出咸屎。陆青青，我要死了！还不快滚回来，嫌丢人不够吗？世界清静了。有意思，这穷乡僻壤竟还有如此牙尖嘴利且身手不凡的女子。少爷，刚才那手法似乎是失传的急救术。少爷，咱们丢了子怀，您的病若是再拖下去，这村里的郎中刚才那副德行，恐怕靠不住。那个庸医自然靠不住，但这女子，或许这流云村也没那么无趣。要属下去查查她吗？不急，既然是有本事的人，迟早会再遇上的。小妹，你那招抓腿摔人太帅了，改天教教二哥。教什么教？爹，怎么了？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？爹不生气，爹是怕。青青，你会医术这事儿，以后能不漏就不漏。为什么？行医救人是积德的事，咱们又不偷不抢。积德，在这世道，没权没势的医者，救活了是本分，救死了就是催命符。尤其是女子行医，你娘当年就是……爹，我娘她也是大夫。她不仅是大夫，还是大前最好的医女，可最后却是被这一身血术给害死的。答应爹，除非考取了执医证，否则绝不可对外声张你会看病。爹，正因为世道艰难，所以我才要考。娘没走完的路，我替她走完。说得好，小妹，二哥支持你，谁敢拦你，老子揍扁他。爹，青青长大了，我们护着她便是。既然你铁了心要走这条路，爹不拦你。这一世，我陆青青不仅要行医，更要改命。本来想等你出嫁再给你的，这是你娘留下的医书。原主的母亲曾是宫廷医女，留下的必定是孤本秘籍。冷面杀手与俏花陪的风流轶事，霸道王爷的落跑甜心，这就是娘留下的医书。是啊，爹，你娘说了，这都是治愈心灵的良药，她当年看得可入迷了，边看边哭边笑。终于看到了正经医书，但大部分竟然都是画本和随笔。今日夫君劈柴姿势甚帅，赏红烧肉1碗。原来那个在记忆中严厉端庄的母亲，竟是个如此鲜红可爱的女子。爹，娘留下的确实是宝贝。哥，我不去。丁红石就是个骗子，我的脸就是被他治坏的。胡说什么？丁大夫是村里唯一的郎中，不找他，你的脸就烂透了。跟我走。那是雄黄与草污混用导致的毒素堆积，再治下去，烂的就不只是脸，是命。陆青青，这个扫把星少在这放屁，滚远点！丁红石是不是告诉你这是排毒反应，让你加大药量？关你屁事儿！你个只会倒贴男人的赔钱货，懂什么医术？我看你是蠢。
黑斑边缘呈紫红色，按压不褪色且伴有灼烧感，这是重金属与生物线中毒的典型症状。想让你妹妹死，你就继续带她去送钱；想活命，就停了丁红石的药。闭嘴！再敢胡说八道，老子揍你！那是全村最好的大夫。别说了，小叶，你疯了！信这个毒妇？信不信由你。但我提醒一句，今晚若她面部发热刺痛，用生甘草煮水冷敷，能保她这层皮不掉下来。小妹，这能行吗？这河里水深淤泥多，以前淹死过人的，咱别为了口吃的把命搭上。二哥，要想富先动路，要想吃肉就得动脑。那种笨办法下水摸鱼当然危险。这玩意儿看着还没俺拳头结实，能兜住鱼？大力出奇迹，那是莽夫，这叫科学捕捞。我操，真有鱼，还这么多！别光顾着乐，看那边，鸭蛋还是35，这下发了。这就是知识的力量，二哥，以后跟着我，肉管够。小妹脑子摔坏后反而变神了，这要是以后都这样，俺陆家祖坟得冒青烟啊！哟，小四喜，又是野菜，今儿个小爷高兴，赏你个鸭蛋。给我的？你们陆家不是最抠门吗？那是以前。小四喜，想不想赚银子？银子？淋巴结肿大，伴随局部坏死，这不是普通的虫咬。这包快多久了？痛不痛？没多久，就前天在西边死水潭边玩，被虫子咬了一口，不疼不痒的。你干嘛？死水潭？小妹，咋了？一个包而已，至于吗？不疼不痒才是最可怕的。西边死水潭，水源。二哥，我们还是快回家吧。跟我回家！我就知道陆家是个火坑。你个傻丫头，大出血还要被逼着干活，这日子是人过的吗？娘，我不走，没人逼我，小妹对我很好。好个屁！那个借高赖的扫把星能有什么好心？陆老头，今儿个就是说破大天，我也要把闺女带走。亲家母，消气儿，青青真的改了，小婉身子虚，经不起折腾啊。陆老哥，不是我不加这名声，小婉再待下去，连带着我们也被人戳脊梁骨。要带走大嫂可以，先把饭吃了，别让人说我陆家连顿送别饭都管不起。你少来这套，黄鼠狼给击败你。既然做了，那就吃一口，也不能白瞎了这鱼。这也太鲜了，这死丫头什么时候有这手艺了？大嫂产后气血两亏，这鱼汤我炖了1个时辰，鱼骨都酥了。婶子尝尝，比外面馆子里的如何？也就凑合吧，多放点油，谁做不香？败家精！哎呦，老头子咋了？老毛病又犯了？腿像有钻子在钻，动不了了。该死的老寒腿！亲家，这天也没下雨啊，怎么疼得这么厉害？看了多少郎中都说是绝症，养着吧，只要别让我瘫在床上拖累孩子就行。这不是绝症，是风寒湿邪闭阻经络，如果不治，不出3年你就得坐轮椅。你会治？别胡扯了，镇上回春堂的老大夫都治不好。把裤腿卷下来。这是白头翁，乡下叫老姑花，专治风湿骨痛。哎呦，那可是鸭蛋，你就这么霍霍了？一个鸭蛋5文钱，一副拐杖50文，婶子觉得哪个划算？忍着点儿，一开始会很凉，1刻钟后会有火烧感，那是药力透进骨头了。热了，真的热了，像是有个小火炉在里面烘着。热了就说明寒气在散，回去后坚持敷3天，这几年内只要不沾冷水，就不会再犯。神了，真的不疼了，亲家。你这闺女神了呀！这就好了，烂草叶子拌鸡蛋。那可不，我家青青那是梦里受了仙人指点的。青青啊，叔刚才看走眼了，你这手艺比镇上的郎中都强。以后谁再说你坏话，叔第一个大耳刮子抽他。那个青青啊，婶子腰也老疼，那个什么老姑花还有没？有，山上多的是，回头让二哥给您送去。这声音是村东头的方向，出事了！哥，你别睡，大夫，丁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哥！没救了，
伤了脾脏，大出血，这血止不住，神仙难救，不出半个时辰人就没了。还有救，别动他！陆家丫头，你懂什么？老夫行医几十年都说没救，你敢大言不惭？现在按压出血点，立刻手术缝合，还有一线生机。胡闹！人都快死了，还折腾什么？快抬走，准备后事。李正大人，人还没死，抬回去就是等死。林烨，想救你哥吗？信我一次，把他抬到我家，我能救。荒唐！抬去你家？你是想拿死人练邪术吗？众位乡亲作证，是他自己要逞能，人死了可别赖我。真的能救？我以性命担保，若救不回，我陆青青这辈子不碰医术。不过这里太脏了，会感染。抬去陆家，只要能救我哥，命给你都行。大哥二哥，谢门板，抬人！谁敢阻拦，就是杀人凶手！放下，都给我放下！林家的种，哪怕是死，也不能抬进这种不干不净的人家里糟践。不干不净，人命关天。老先生是想看着林壮血流干吗？你要脸吗？一个被退婚的女子，还要把男人往闺房里抬。林壮还没死呢，就要被你坏了名声。叶丫头，把你哥送去镇上医馆。要是敢去陆家，我就把你们兄妹从族谱除名。滚！都给我滚！除名？我们兄妹快饿死的时候，族谱在哪儿？我被毁容、被骂怪物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你个大逆不道的！李正叔做个见证，今日是我林烨求陆青青救人。若我哥死在陆家，那是命。谁敢找陆家麻烦，我林烨做鬼也不放过他。罢了，都让开吧。气海、关元、风。这是什么针法？大哥二哥，抬人必须平稳，颠簸一下就是一条命。切！谁敢挡路，老子撞死谁！止血又如何？内脏破裂，神仙难救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二哥，掌灯，凑近点。没，这肠子都别回去，手别抖，想让他活就给我稳住。脾脏轻微破裂，肠道2处穿孔，必须先修补肠道，再做脾脏修补。缝上了，人还能缝？擦汗，别让汗滴进伤口。把带血的布都烧了，记住，今晚的事烂在肚子里。小妹，你真的是神仙吧？陆二哥，我哥怎么样了？活了！不可能，那么重的伤怎么可能活？缝上了，我妹把他的肚子像缝破衣服一样缝起来了。把人缝起来，那不成了怪物吗？这哪是医术，这是妖法吧？缝尸荒谬，那是给死人用的手段，活人内脏娇嫩，怎么能用针线？这妖法，我丁红石第一个不答应。乡亲们，这是违逆天道啊！线留在肚子里，只会化脓腐烂。林壮现在看着是活了，不出3日必会肠穿毒破，死得更惨。你胡说！丁大夫，自己无能就觉得天下人都无能。若你不服，咱们接着赌。赌就赌，3天，我看这小子能不能活过3天。3天，只要度过感染期，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医学奇迹。这都第4天了，还没动静，怕是人早就凉透了吧？肠子都流出来了，还能活？那是神仙难救。陆家丫头这次托大了。爹，我就说他是瞎猫碰死耗子，这回出了人命，看他怎么收场。哼，缝合内脏乃是无稽之谈，此时里面恐怕正在这就是尸臭熏天，等着抬棺材呢。出来了，抬尸体出来了，我就说人死了吧。乡亲们，陆青青无证行医，草菅人命，今日大家都要给林壮讨个公道。真死了，作孽哟！让我也瞅瞅，这被开膛破肚的人死像啥样？水，给我水！诈尸了！死人说话了，救命啊！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肠穿肚烂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诈什么尸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林壮活得好好的。吵，真吵！谁咒我死呢？丁大夫，让你失望了，这人不仅没死，伤口还长得挺好。神了，真的神了！把肚子缝上人还能活？这哪是医术，这是华佗在世啊！陆家丫头成神医了，这一定是回光返照。我不信邪，我看看。滚边去！别用你的脏手碰他。愿赌服输，丁大夫，从今往后别让我听见你说半个字的妖法，否则我就把你治死人的旧账翻出来晒晒。陆青青，你别得意，肯定是这傻大个命硬。
二哥，抬人送林壮回家，这里苍蝇太多，嗡嗡的人心烦。走。红肿消腿了，没有发脓，只要不剧烈运动，半个月就能下地。青青姑娘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之前我还……行了，那些废话留着以后说，现在谈谈诊费。药材成本5两，我的手术费5两，一共10两银子。10两，只要10两，嫌少？那收你100两。不，我是说太少了。我去县城看个风寒都要2两，这可是救命的大手术啊！便宜你小子了，要不是看你护妹心菜跟我有点像，我妹才不惜的救你。躺好，伤口崩开了，我还得再缝一次，累不累啊？青青姑娘，大恩大德，林壮没齿难忘。这10两银子我打欠条，等我好了，我去山里拼命也要还上。欠条写好给我就行，不过还有一笔账要算。你的脸想治吗？陆姐姐，别拿我寻开心了，这脸丁大夫说是天罚，治不好的。丁红石，那就是个庸医，再加1两银子，2个月我还你一张干干净净的脸。一两能治好？我们花了快100两了。因为你们被骗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更不是天罚。当初支你的风，采过金刚藤的花睡，这毒性本就不强，若是当时用普通清热解毒的草药服2天，早就好了。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因为有人给你们用了热性的法卧，不仅没解毒，反而把毒素锁在了皮肤里，导致色素沉淀，越治越烂。你是说，丁红石给我妹开的药是反的？没错，他为了长期赚你们的诊金，故意拖延病情，甚至加重症状。你们这5年倾家荡产，其实是在花钱供养仇人。丁红石，老子要杀了他，一定要杀了他！想报仇，那就把身体养好，杀人偿命不划算。我有的是办法让他身败名裂，生不如死。妹，算我一个！这种老混蛋，不整死他不解气。青青姑娘，你刚才说诊费要11两，我家现在连11文都拿不出来。没钱，刚才喊打喊杀倒是挺响亮。我妹为了救你，那是跟阎王爷抢人，这账可不能赖。我不赖账，我有东西抵债。我在后山发现了一株野山参。野山参多大年份的？我去县城药铺问过，掌柜的说长到4枚副叶才是20年参，值20两。那株才3枚叶子，我想着再养养。简直是一派胡言！那个掌柜把你当傻子骗呢。人参炉头长圆，3枚副叶便是30年的好的欣喜，起步价至少30两。30两？那个掌柜说3枚叶子顶多值几百文。我的乖乖，30两那能买多少亩地啊？咱们发财了！若是长到4枚副叶，那就是50年年份的珍品，100两银子都打不住。幸亏你没听那庸医掌柜的话，他贱卖了。这帮黑心肝的，差点就把传家宝当萝卜卖了。青青姑娘，位置就在南坡那片椴树林里最大的那棵树下，你去把它挖了，就当是诊费。剩下的，如果你不嫌弃，就赏给我们兄妹一口饭吃。二哥，走，去收我们的诊金。好嘞，这活我爱干。放心，我是大夫，不是劫匪。扣除11两诊费和我的辛苦钱，剩下的全是你们的，足够你们修房娶媳妇。妹，听说那成了精的人参娃娃会跑，还要喊什么棒土，再系红绳才能定住。当然是真的，尤其是这种30年的老参，贼得很。你要是不系红绳，一转眼他就钻地里没影了。真的假的？那我没带红绳啊。骗你的。不过系红绳确实是采松人的规矩，那是为了敬畏山神，也是为了醒目好找。妹，你懂得真多，以前咋没发现你这么厉害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梦里神仙教的。啊，神仙也偏心啊。不过只要能赚银子，教啥都对。应该就是那片林子。人参喜阴，多生在乔木之下。林庄说的没错。啊，银子，二哥来接你啦！怪了，明明说是这棵树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找到了！妹，快来看，真的是3枚叶子。炉头紧密，叶片肥厚，这株参的年份只多不少，绝对是30年以上的上品。林壮这回立大功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挖出来换钱啊！这就是30两银子啊！让我摸摸这宝贝。别动！咋了？又要搞什么仪式？不想死就把手收回来，慢点。这是5步蛇，
一旦咬中脖子，大罗神仙也难救。妹，我是不是被啥玩意儿盯上了？救命！咬到了！鬼叫什么？没咬着。我的亲娘，吓死我了！这可是五步蛇啊！挺肥，今晚有蛇羹吃了。这皮还能剥下来泡酒治风湿。你不怕蛇了？以前你也碰到过蛇，吓得3天没敢下床，嗓子都喊哑了。那是以前，梦里神仙教过我，怕有什么用？怕能当饭吃？神仙连抓蛇都教？废话少说，过来干活。要是让这株参跑了，30两银子你赔给我。对，银子挖参。手别抖，这炉头下的每一根须子都值钱，断一根，价格就得跌1成。妹，这玩意儿真有这么金贵？看这炉碗密集紧凑，主根粗壮，这叫体态丰腴。这株参至少长了40年。40年？运气好碰到识货的，40两也有可能。那岂不是能卖？别用脏手碰，人参忌油腥铁气啊！去，在那边椴树上割一块树皮下来。割树皮干啥？不是应该用红布包吗？那戏文里都这么唱。戏文里那是为了好看，红布不透气，时间久了还会干瘪。椴树皮保湿透气，能锁住参里的浆气，这叫原汤化原食，懂吗？这也太神了！这真的还是那个为了宁修文寻死觅活的傻丫头吗？发什么呆？把这个放筐里最上层，别压坏了。嘿嘿，妹，跟你学这手艺，以后我是不是也能当个采参客了？想学，那得先把字儿认全了。这种野山参周围必有半生草药，不识字，你连毒草和仙草都分不清。学，只要能赚钱，你让我吃书行。运气不错，这老参周围果然有儿孙。这啥？几根破草？这是人参苗，看这叶片锯齿，这是3花和巴掌，才长了2、3年。这么小，挖回去也不能卖钱啊，连塞牙缝都不够。谁说要卖？我要带回去种。种人参？妹，你烧糊涂了吧？这玩意儿是天地灵气养的，那是神仙种的，咱家那破院子能活？谁说只有神仙能种？只要土质合适，模拟林下环境，控制好光照和水分，人参一样能家养。这几株苗若是养活了，过几年就是源源不断的银子，这叫可持续发展。啥？可持啥？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，听我的没错。去借！好，别去借，这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把钱凑齐了。我不管去借，你要是不去借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我要让宁修文知道你是怎么逼死我的！仙还能把人教成这样的吗？二哥，怎么还不走？天要黑了，狼该出来了。来了，小妹现在真厉害，我真佩服你。我没迟到太久，药采到了，给钱。怎么弄的？不用你管。为了采那株石斛，摔了一下，药没坏，1文钱都不能少。你干嘛？我不卖了，行了吧？别打我！闭嘴！吃了。这是给我的，不是断头饭吧？杀你还嫌脏了我的刀，赶紧吃，吃完了把伤口洗洗。全村都说你是恶女，你会这么好心？这饭里是不是下了毒？小子，记住一条铁律：命在，钱才有用。你为了几文钱把命搭在山上，那就是蠢货。啊！吃不完不许走，药钱在桌上，自己拿。阿奶，这么冷的天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四喜啊，这么晚才回，阿奶怕你被狼叼了去。你身上怎么有肉味？阿奶，我今天运气好，遇上个城里来的大善人，看我可怜，赏了我1碗鸡肉饭。菩萨保佑啊！咱们村穷，也就是外乡人还能发善心，那些个恶人不抢咱们就不错了。是啊，大善人。阿奶，咱们回家，这饭还是热的，你快尝尝。哎，好，咱们回家。她真的是那个逼死亲娘、气病亲爹的陆青青吗？一大早的又在吵什么？我不活了！陆家丫头既然能把死人复活，怎么就不能发慈悲救救我这把老骨头？我腰酸腿疼，好难受啊！慈悲？
柳婆婆，我看你中气十足，骂人能传2里地，阎王爷都不敢收你。我头疼，心口疼，浑身都疼，你不给我看，我就死在你家门口。行啊，治头疼要开颅，治心口疼要抛心。杀人了！陆姑娘，你没走，看来是真有病。我爹3个月前暴毙，我也快了，腿发僵，半夜心慌，感觉肠子都要烂了。我是不是撞邪了？不是撞邪，是中毒。中毒？谁要害我？没人害你，是你自己害自己。今晚把你们家吃的饭、用的盐各样盛1口送过来。饭能有啥毒？想活命就照做，不想活就回去等死。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有些不开眼的想讹人，赶走就好了。这世道好人没好报啊！你娘也是这样。爹，又是谁家遭难了，让你叹这么多气？今儿在镇上送货，看见官府的告示了，太子殿下没了。那种娇生惯养的贵人，受不住苦也正常。胡说！太子殿下是顶好的人。那年大雪灾，他才11岁，亲自在城门施粥，冻得手都生了疮。爹，贵人做样子罢了，谋反的大罪，死在路上也是解脱。不是做样子，是你娘亲口说的。原主的母亲山月明，身份一直是个谜。娘怎么会知道太子的事？那年你才5岁，你娘带你进城，回来时她说遇到了个贵气逼人的小公子。娘，这个哥哥长得真好看，我要他给我当夫君。童言无忌，公子莫怪，这孩子被我惯坏了。无妨，若我也能有这样的妹妹，日子或许会好过些。你娘说那少年便是太子，他看向你娘的眼神不像看陌生人，倒像是早就认识。早就认识？谁知道呢？只是可惜了太子殿下，那么好的人，说没就没了。流放，病死，这剧情怎么听着像是一场金蝉脱壳的局？陆姑娘，救命啊！我把你说的饭带来了。看来有人比太子更急着见阎王。青青啊，这王八这甲鱼还有这野鸡都是能卖大钱的，咱们自个儿吃是不是太糟践了？爹，这叫龙凤会，我是大夫，这叫药膳。你身体虚，大哥干活累，都需要补。可是这味道也太霸道了，半个村子都能闻见。要的就是让他们闻见。啥意思？闺女，你又在打什么哑谜？李大中毒的事儿没那么简单。昨天我看了李大带来的食物，那下毒的人就在村里，而且是个懂点药理、心胸狭隘的同行。同行？你是说丁郎中？是不是他？很快就知道了。这锅龙凤会不仅是补品，更是鱼饵。蛇贪婪，闻到腥味就会出动。李大没死，我名声渐起，那条毒蛇肯定坐不住。青青，那是地头蛇，咱们斗得过吗？爹，我是抓蛇的祖宗，既然他想玩阴的，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引火烧身。姑娘，这参虽然年份够，但这须子断了2根，一口价35两。掌柜的，您这价杀得太狠了，这可是我在深山老林听着娃娃笑声才寻到的宝贝。对，当时我也听见了，那笑声脆生生的，跟过年画上的胖娃娃一样。娃娃？深山里哪来的娃娃？去，少在这编瞎话抬价，山里只有野兽，哪来的孩子？夫人，那是您没缘分见着。那天我和二哥亲眼看见4个穿着红肚兜、光屁股的白胖娃娃在树底下打滚，可惜我们一靠近，那4个娃娃嗖的一下钻进土里不见了，就剩下一株老参和4棵刚冒头的小参苗。红肚兜、光屁股的娃娃还会钻土？那是人参娃娃，你这丫头当真是见到了。信不信由您，这参是有灵性的。既然掌柜的只看品相不看缘分，那我不卖了。二哥收起来，走。啊，真不卖啊？35两也不少。你闭嘴，跟我走。哎，你这丫头，38两，我不收小苗还不行吗？姑娘，请留步。夫人，您叫我。你刚才说的那4个穿红肚兜的人参娃娃是真的吗？自然是真的，不过村里老人都说这种灵物讲究缘分，心诚则灵，不是谁都能瞧见的。我也想求个缘分。姑娘，你那4棵小参苗还在吗？我想买，多少钱都行。这小苗离了山土容易死，我是打算带回家，用山泉水养着，等它们长大了，兴许那几个娃还会回来找他们玩。
我也能养，我家有最好的花匠，还有从山上运来的土。姑娘，你就成全我吧。夫人既然这么有诚意，那老参您可以拿去补身子。这小苗我送您一株，当是结个善缘。送？妹，你疯了？谢谢，谢谢姑娘。我叫李墨兰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。我看你们背篓里还有不少药材，别去那种宰客的药堂了，我带你们去田记药铺，那儿的老板实在，收货公道。那就劳烦姐姐带路了。成了，这不仅是卖身，更是买了一张进入县城富人圈的门票。好手艺，这酒香虫备的火候正好，酥而不焦，药性全锁在里面了。还有这鼠腹，干净完整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我们在家一个个挑出来的。好，姑娘是个行家，这些杂七杂八的药材加上那株老参，墨兰夫人既然开了口，我给你个10成价，一共42两。田掌柜爽快，以后我家的药材专供田记。姑娘，既然咱们是长久买卖，我透个底给你。最近北边不太平，你也多留一些。北边是要打仗了？蛮子又在边境闹事了，朝廷正在征收药材，尤其是3七、猪兰这些止血的硬货。那如果是治好的成品金疮药呢？掌柜的收吗？你会制药，那可是精细活，一般的土方子军中可不要。哼，是不是土方子？掌柜的验过便知。我这儿有一瓶祖传的阎王稠，您先留着试试。掌柜的，若是这药好用，您尽管开口，只要价钱到位，这一场富贵咱们两家一起赚。紧急军情，闲杂人等闪开！姑娘，如果这药真有奇效，那你最好快点做，这天马上就要变。妹，这都是咱们赚的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现银。这只是开始。二哥，把这5两给爹，让他赶紧把西厢房的架子搭起来，我要做个正经的制药房。行，爹刚才还说要有钱就给那2只燕子搭个板，这下连窝都能镶金边了。现在二哥你的任务是把这些宝贝炮制了。啊，妹，我是个大老爷们儿，让我去抓蛇打狼都行，这臭虫太恶心了。恶心？二哥，你仔细看看，这一只就是1文钱，那只臭大街10文钱。你这一篓子，那是虫子吗？那是红烧肉，是新衣裳。放着我来，谁也别跟我抢，这哪是虫子，这是我的亲祖宗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更能让二哥爱上臭虫，这就是资本的力量。我去山里转转，看看能不能再寻点稀罕货。二哥，看好家。放心吧，少一只虫腿我都跟他拼命。小妹，你脸上的疤是不是变小了？有吗？我小妹也变得漂亮了。累死我了！咱们今天还要抓那种臭虫吗？那是药，记住了，万物皆可入药。以后你跟着我，先把这山里的认虫子认全了。吃了。我不饿，而且我没钱付账。从你工钱里扣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我身边不留软脚疤。好，扣钱。小郭，快来，这儿有个死人！是他在流血，好吓人。七窍流血，脉象如乱鼓，这是中毒已深，毒气攻心了。村里人都说县令公子毁容了，戴着面具，他是不是那个公子？县令公子，我看未必。不想死就别动，小四喜，按住他的腿。命大，遇到本姑娘刚炼成的阎王愁。呀，羞！我是大夫，在他眼里我就是个拿刀的屠夫，有什么可羞的？这绝不是火烧的伤痕，这是刀伤，是刑讯，是常年游走在生死边缘留下的勋章。县令那个娇生惯养的儿子，绝不可能有这种伤。这人是个麻烦。松手！想活命就给我老实点！这哪是只肥羊，分明是块烫手的烙铁。救了他，怕是要惹上天大的祸事。追兵来了，动作这么快。富贵险中求，既然撞在我手里，我又用过你的药，你的命归我了。鬼门13针，针针透骨，给我把命吐出来！小郭，杀人了！恩将仇报的混蛋！力气真大，差点这就成了我的遗作。小郭，你没事吧？
咱们不管他了，快跑吧！跑什么？活干了一半，这时候走就是白送工钱。嘴这么臭，怎么见阎王？便宜你了！救命之恩，涌泉相报就不必了。这块玉就当枕巾。四喜，收拾东西撤，要把痕迹扫干净。不管是哪路神仙，这笔买卖咱俩两清了。爹，这破山沟里能有什么好药材？那陆青青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少废话，这几天村里风向不对，都在传那丫头神了。咱们得弄点像样的东西压压她的气焰。爹，你看那是啥？好像是个人。这衣服是苏锦，只有县城里的贵人才穿得起。面具，爹，这就是传闻中县令家那位毁容的公子。有人给他施过针了，这阵法风雪劫脉极险极准。这深山老林里，除了咱们，还有谁？还能有谁？肯定是陆青青那个贱人。刚才我在路口看到那个叫四喜的小野种了。什么人竟敢靠近我家公子？大人饶命！小老二只是个路过的郎中，大人饶命啊！我家公子毒发倒地，是谁施针救助的？是我，我是这流云村的大夫，刚才路过见公子危急，便施针救人。你这针法凶险异常，你年纪轻轻有这等本事？家传绝学，不便外露。大人若是不信，这方圆10里难道还能找出第二个大夫吗？既然是姑娘救了我家公子，那便是县衙的恩人。来人，备马车，请2位神医回府领赏。领赏？爹，咱们飞黄腾达的机会来了！你疯了！那针法若是露馅，怕什么？那陆青青无证行医是大罪，他敢出来认领吗？这功劳活该是咱们的。爹，他还抢了好吃的肉汤。偷了谁家的东西？拿来给我瞧瞧。这是小姑给我的，滚开！拿来！属狗的你！杀人了！陆青青，你个贱人，敢打我当家的！给脸不要脸！王麻子，看来你是不想要这双腿了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村的女神医吗？怎么治不好病改打人了？哎呦，这不是丁大夫吗？听说前些日子他女儿救了个贵人，都被请到县衙里做客了，那可真是虎父无犬女呀！是啊，是啊，光天化日，哦不，朗朗乾坤，行凶伤人。陆青青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丁神医，你可来了！这疯婆娘把我和孩儿他娘都打残了，你快给评评理！哎呀，伤及筋骨，腰椎受损，这没个180天好不了啊！陆青青，听到没？赔钱，没有30两，咱们就把你告到县衙去。是他们先抢我的东西，还摔了我的汤。一罐破汤值几个钱？能跟我爹的诊断比？30两是吧？确定要这么多？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行，既然丁大夫都确诊了，这30两我认。哎呀，算你识相，拿钱来。既然你们的账算完了，那咱们来算算我的账。王麻子，你打翻的这罐汤名为龙凤会。什么龙凤？不就是王八汤吗？20年的野生老杯，配上2年的轮花老母鸡，辅以当归、黄芪、枸杞。最关键的是，里面加了30年的野山参粉。这一罐汤乃是救命的大补之物，市价50两。50两？你这是抢钱！丁大夫，您是行家，野山参什么价，您心里没数？要不咱们去县城药铺验验这残渣里的药力？30两抵消。王麻子，你还欠我20两，拿来。50两！陆青青，你这不仅是抢钱，简直是把全村人都当傻子哄。就是，谁家熬汤放30年的野山参？爹，别跟他废话，咱们这就去县衙告他敲诈勒索。去县衙，好主意。正巧，我听说县城回春堂的庞大夫最善变药，这地上虽只剩残渣，但30野山参的药死，庞大夫一尝便知。顺便也请庞大夫给地上这2位重伤患验验伤，看看这腰椎是不是真断了。丁大夫，若是查出来有人无证行医，还伙同无赖诈骗，按照大钱律法，是不是得流放3000里？你休要胡言乱语！我们冒充县令公子救命恩人的事，最怕的就是遇到行家拆穿。去县衙对峙，指不定要出什么乱子。爹，咱们怕他做什么？县令大人可是咱们的靠山。闭嘴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闹到公堂上多伤和气。既然是误会，私下解决便是。误会？
刚才是谁口口声声说我无法无天？老夫家中还有急诊，不便久留，告辞。爹，你抓我干嘛？那贱人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快走！王麻子，靠山倒了，咱们这账是不是该结了？青青，不，陆姑奶奶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那是50两啊，把我全家卖了也赔不起啊！刚才讹我30两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手软？姑奶奶饶命啊！我们也是听信了那姓丁的挑唆，我们赔不起啊！2条路，第一，去县衙大牢蹲着，让县令大人判你怎么赔。别报官，我不去大牢。第二，刚才你们怎么侮辱四喜的，现在就怎么给我吞回去。给烈士遗孤磕3个响头，大声说我是畜生，我有眼无珠。这50两我就给你免了，磕不磕？我是畜生，我有眼无珠。四喜小爷爷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滚！以后别让我看见你们。四喜，抬起头来。各位乡亲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四喜就是我陆家的人，他爹为国捐躯，他就是咱们流云村的脸面。谁要是再敢欺负他，就是跟我陆青青过不去，跟这大钱的公道过不去。陆丫头说的在理，四喜是保家卫国将士的遗孤，咱们不能让英雄寒心。50两，那可是1碗汤就50两啊！这死丫头什么时候发了这种横财？不过是运气好，不知从哪得了些偏方，那一身铜臭味，简直有辱斯文。读个屁的书！斯文能当饭吃？能给你换烤秀才的盘缠？儿啊，你看看丁香那副德行，又要不到钱，还得看丁老头脸色。再看看陆青青，娘，你让我去求那个泼妇，她现在变得如此粗鄙野蛮，刚才还动手打。打人怎么了？那是她有底气。她以前对你可是死心塌地，连命都能豁出去。女人嘛，只要你肯低个头，说2句好听的，等她心花怒放，那银子还不都是咱们宁家的？也是，这10里8乡，谁能比我有才学？陆青青以前像狗一样黏着我，如今不过是因爱生恨罢了。娘说的对，既然她陆青青有这份家业，那便是老天爷给我准备的晋升之题。这就对了。凭咱们修文的相貌手段，只要稍微施舍点温柔，那贱丫头还不得乖乖把钱捧上来？这一层放的是望月诗、夜明诗、白鼎香，名字好听吧？好听。小姑，这些名字听着就像仙家的宝贝，肯定特贵重。那是自然，妹子放在最顶层的，绝对是镇店之宝。这些我来装。二叔，你手脚粗笨，别把宝贝弄碎了。还是我来。行，既然你俩都抢着干，那我就考考你们。这望约寺是什么？我知道，听名字就是兔子望着月亮掉下来的宝石。接近了，确实是兔子掉下来的，不过不是宝石，是屎。啥玩意儿？屎？望月沙是野兔屎，明目沙虫；夜明沙是蝙蝠屎，治眼盲；白丁香嘛，麻雀屎。小姑，咱们是神医，不是铲屎官啊！大夫眼里无尽碎，只有能不能救命。记住了，越是不起眼的东西，越有奇效。吵啥呢？这点小活还争？想当年我帮你们娘整理药材，那是把好手。爹，您来的正好，这有些左盘龙和人中黄实在太贵重，我俩怕弄坏了。爷爷，这种技术活还得您来压阵。算这俩猴崽子有眼力劲儿。青青啊，这人中黄是个啥名堂？爹，那是甘草末置于竹筒，浸在人粪坑中7期49天。您慢慢装，我去看看药炉。这2个小兔崽子，别跑，晚上没饭吃。陆姑娘，冒昧登门，田某是特来报喜的。田老板红光满面，看来我那金疮药没让你失望。岂止是不失望，那简直是神药！我找了3个外伤流血不止的伙计试药，半炷香不到，血脂佳节。姑娘，这药若是推出去，整个明阳县不，整个大钱都要震动。药效我自然清楚，田老板直说吧，这次想要多少？市面上最好的金疮药1两银子1瓶，我出价1两半。姑娘有多少，我田记全收。1两半？就这一小瓶？那咱家这一库药草岂不是能换作金山？二叔出息点，嘴和尚。不过田某有个小条件，咱们得签个契约，这金疮药姑娘只能独家供给我田记药铺。只要姑娘签了字，
这以后销路不愁，银子那是源源不断呐。1两半的价格很公道，但这一纸独家契约，我不签。姑娘，这是为何？垄断经营才能把价格炒上去，这对咱们都有利啊。田老板，利字头上一把刀，若是签了独家，往后这药卖多少钱卖给谁，便全是你说了算。我陆青青做药是为了救人，顺便赚钱。若有一天你田忌囤积居宠，让急用的病人买不起药，我岂不是成了帮凶？姑娘这眼界让田某汗颜。罢了，不签就不签。不过虽然不签契约，但我可以承诺，只要田忌价格公道，我的货首选供给你。有姑娘这句话就够了。这次我要带货去北方，急需200瓶，7日后取货。200瓶需要大量名贵药引。田老板，咱们也是老熟人了，我要先收100两定金。100两，这可是全款的70%了，这规矩……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田老板这趟去北方赚的可不止这点了。好，就冲姑娘这份魄力，这100两我出了。姑娘，实不相瞒，这批药是送往北境军中的，那边最近不太平，听说又要开战了。姑娘，你看，北境还有一事，姑娘在村里行医要小心。我听县衙的内线说，县令大人正在秘密搜寻一块丢失的白玉佩，凡是外来的或者形迹可疑的人都要被盘查。总之，那玉佩是个烫手山芋，谁沾上谁死。姑娘，7日后见。100两到手，路铺好了。但这北境的战火和县衙的搜捕，看来这流云村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小妹，这就是100两，咱家祖坟冒青烟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银锭子。这就是个开始。二哥，把你下巴收一收，别把口水滴在银子上。二哥，这50两你拿着，按照单子去把田老板铺子里没有的辅药全部扫空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全买？这可是50两。没有万一。田乐山要200瓶，我打算做300瓶，剩下的这50两留作备用金，修缮房屋、置办家具都得花钱。妹子，你指哪儿我打哪儿，我现在就去把那药铺搬空。你要进山，那后山深处野兽多，让你二哥跟你去，买药我去就行。不用，我要采的是松枝，那是精细活，二哥那操手只会把树皮给扒了。嘿嘿，那倒是，上次我差点把树给砍断了。放心，我就在林子边缘转转，天黑前必回。你们动作要快，咱们这是在跟时间抢钱。唉，这丫头胆子越来越大。这也不是迁徙的季节啊，怎么跟要去朝圣似的？又是那个面具男，这人是属吸铁旗的吗？还能招鸟？武灵芝治血虚，左盘龙正骨，原来全部费功夫。那个，打扰了雅兴，接2个活物回去入药，您继续修仙。喂，别吹了，不想死就快跑！这狼嫌弃他，这人身上是有多毒？这畜生还会挑食，柿子专挑软的捏是吧？来啊，看看是你的牙硬，还是姑奶奶的刀快！好猛的智力，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帅不过3秒。喂，你是不是哑巴？都要掉下去了，也不喊一声救命！不想被扎成刺猬就抓紧了，我拉你上来。看你穿的人模狗样，怎么这么虚？地主家的傻小子也没你这么难伺候。喂，救命之恩都不说声谢，坏人！狼皮5两，狼肉温补，
这波不亏，正好给家里那群馋猫开荤。修文哥，轻点儿。哟，这就叫冤家路窄。光天化日，这对狗男女还真有雅兴。那陆青青就是个粗鄙村妇，整天摆弄那些臭草草，哪有香儿你身娇肉贵，闻着都香。那你还为了他的钱去哄他？哼，等把那笔银子弄到手，我就一脚把他踢开。那种丑八怪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好一对烂锅配烂盖！既然你们喜欢，那我就帮你们扬扬名。哼，这衣服料子不错，扔在山路上，给路过的婶子们当路标正好。好戏开场了，我看你们这回怎么收场。天老爷，这是狼！陆家丫头打死了一头狼，这丫头是武曲星下凡吧？这么大的个头，得卖多少钱啊？运气好，这畜生自己撞死在石头上，我就是捡个漏。青青，你伤哪儿了？怎么全是血？快让大哥看看。大哥，我没事儿，都是狼血。今晚咱们吃狼肉火锅。别看！这不是宁秀才和丁家闺女吗？咋成这副模样了？哎呦喂，这是在山上干啥了？连衣服都没了！啊！别看，都别看！啊！是你，一定是你这个小贱人！你是嫉妒我家修文，故意设陷阱害他们。刘大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刚拖着几百斤的狼下山，全村人都看着呢，哪有空去扒你儿子的裤衩？就是你，除了你没人这么歹毒。大家评评理啊！这陆青青因爱生恨，毁我儿清白啊！清白？若是自身行得正，又怎会在这副模样？这山上除了野兽，皆是陷阱。我看是这二位爷性大发，连衣服都嫌碍事了吧？你胡说！这事没完，我要去县衙告你，告你谋害秀才！听说了吗？那宁修文连夜去丁家提亲了。这下这俩光屁股的可算是一家人了。就是，就出1两银子聘礼，丁红石那老脸怕是比锅底还黑。小妹，这可是300瓶金疮药啊，咱真能换回银子？放心吧，二哥，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，那是他们急缺的命根子。渣男配贱女，锁死挺好。我的搞钱大业才刚刚开始。驾，去县城喽，给小妹买肉吃。真像他们。妙啊！成分、禁忌、用法一目了然。陆姑娘，这心思绝了。田掌柜，我们要做的不是药铺，是品牌，这只是第一步。200两现银，除去定金，这是尾款。姑娘这药，我田某人全包了。这就是200两，俺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田掌柜，这是给伙计们的辛苦费，以后还得劳烦您多费心。哈哈，陆姑娘大气。对了，北边战事吃紧，这药量还得加，价格好商量。这件宝蓝色的，还有那件月白的，再加上那套粉色的童装，都要了。小妹，这一件就要1两多，咱回家扯布做不行吗？太贵了。二哥，人靠衣装，咱现在也是有身家的人，不能让大哥大嫂丢面子。去试。哎呦，这哪像村里人，简直就是个俊俏的武把式。姑娘眼光真毒。都要了，另外再包2匹最好的细棉布，我带回家给大嫂。嘿嘿，小妹，俺看着还真像个人样了。二哥本来就帅，走，再去银楼给大嫂置办点首饰。掌柜的，这对银镯子还有这3只男士银钗包起来。好嘞。掌柜的，我这儿有块闲置的玉料，您看能值多少钱？拿来我瞧瞧。这玉成色尚可，不过形状不规整，顶多值15两。才15两？你们那簪子都卖20两。姑娘别急，15两是现银，一口价。这年头这种玉不好出手的。行，15两成交。快去通报副统领，他丢的那块贴身白玉出现了，就在刚才那丫头手里。官爷，官爷，偷玉的贼人找到了，就是那个穿蓝衣服的女人。好大的胆子，
连主子的东西都敢偷，给我围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吗？抢劫！这块白玉我家主子贴身之物，前日丢失，今日却在你手中被卖出去。小妹，快跑！住手！我跟你们走，别动我二哥！算你识相，带走，关进死牢，听候发落。抓我可以，但你记住了，你家主子的病，丁红石根本治不了，不出3日，他必毒火攻心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诅咒主子，堵上他的嘴！想让他活命，就来大牢求我！都来沾沾喜气，我家修文可是秀才公了，以后见了关老爷都不用下跪的。恭喜刘大娘，贺喜修伯公，咱们流云村可是出了文曲星了。哎呀，以后宁家就是咱们村的头面人物了，咱们也能跟着沾光不是？修文啊，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，县衙那边已经把你的名字挂上了，往后村里的文书还得仰仗你。宁少爷高中，可是我们流云村的大喜事啊！李正叔客气了，修文虽侥幸中举，但还是流云村的人，自当为乡亲们谋福。是啊是啊，宁少爷，以后可别忘了我们这些乡亲啊！哪里，修文不敢忘本。李正，出事了！陆家那丫头被县衙的官差抓走了。呸！我就说那扫把星早晚得遭报应，这下好了，进大牢吃牢饭去吧。这陆家怎么净给村里抹黑？刚出了个秀才公，他就犯事儿，真是晦气！哎，青青虽然行事乖张，但毕竟是一个村的。李正叔，他究竟犯了何事？李正叔，身为本村秀才，我有责任去县衙过问此事。若是误会自然好，若是真的，我也得去帮帮他。修文啊，你真是以德报怨。行，我这就备车，咱们立刻去县衙。这环境细菌含量简直爆表，必须得想办法自保。傅冷那个莽夫，只要徐瑞病情恶化，他一定会来找我。现在的关键是怎么熬过今晚。哟，今儿个还送来个细皮嫩肉的，这脸蛋虽然素了点，但这身段……小娘子进了这死牢，那就是没指望出去了，不如陪爷乐呵乐呵，爷让你少受点罪。这位官爷，看您印堂发黑，眼睑浮肿，最近是不是夜间盗汗，腰膝酸软，还伴有尿频之症？哼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大夫，您这病若是再不治，恐怕这男人的雄风不出半月就要彻底废了。头儿，外头有人来探监，说是这女犯人的同乡，还是个新进的秀才公。你给我老实待着，等我回来再收拾。那个，你说那病真有法子治？只要官爷行个方便，药到病除。青青妹妹，牢里的滋味如何？要是受不住，求求我，或许我看在同乡的情分上，能让狱卒大哥给你换个干爽的地儿。这里确实臭不可闻，不过比起某些人心里的腐臭味，倒还算清新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你偷了贵人的玉，这可是杀头的罪。青青啊，修文也是好心，你就服个软。咱们村刚出个秀才，别因为你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李正叔，这汤若是臭了，那是因为根子上就烂了。宁修文，你那秀才功名怎么来的？你自己心里没数？你冥顽不灵，那你就等着烂在这大牢里吧。狱卒大哥，这女人刁钻，不用客气。行了，探经时间到了，秀才公，请回吧，这儿没你的事儿了。我是让你好好关教他们，听不懂人话吗？滚！别耽误老子办正事儿。小神医，不，姑奶奶，那个秀才赶走了。您刚才说的那个尿频尿痛还有救吗？把你舌头伸出来，我看看。对，舌苔黄腻，脉脉淤阻，你这不是普通的肾虚，是临症，且已入毒火，再拖3天，神仙难救。神医救我！我还没娶媳妇传宗接代呢，只要您救我，这牢里您说了算。银针给我。还有，我想知道外面的消息。刚才那秀才进来时，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动静？有，刚才有人敲了鸣冤鼓，说是您家里人，非要替您喊冤。县太爷嫌烦，按律例先打了30大板才肯升堂。你说什么？30大板？我爹的身子骨怎么受得住？哎呦，姑奶奶，您别急，现在正在大堂审着呢。那县令公子的侍卫也在，好像正发火呢，说是那个丁大夫没治好人。带我去大堂，立刻，不然你就等着毒火攻心，全身溃烂而死吧。成，横竖是死，我豁出去了。草民教女无方，若是那玉真是偷的，草民愿替女受罚。但青青
绝不会偷。大爷喊了，本官最烦你们这些刁民，这点小事也敢敲鼓惊扰本官午休。爹，大哥，二哥，为了这莫须有的罪名就把人往死里打吗？这就是大千的王法！刁妇，咆哮公堂，该当何罪？那玉是我捡的，既然说是赃物，失主何在？若是傅冷那个莽胡丢的，让他出来跟我对质。这个傅护卫正在后堂照看贵人，本官念在你父兄一片诚心的份上，既然无人指认你偷盗，罢了，也就是一场误会。那白玉既然交还了，本官便判你无罪释放，带着你这些穷酸亲戚赶紧滚！谢青天大老爷，谢大老爷！青青，快，咱们回家。谁准你放人了？傅爷，您怎么出来了？徐公子那边……徐恒之，你这县令是不想干了吗？我家主子生死未卜，你居然在这儿放嫌犯走！傅爷息怒，这女子虽有嫌疑，但确实没有证据表明她偷盗，而且这也没人证。闭嘴！我现在不跟你谈偷盗的事。丁红石那个废物根本治不了毒，现在丁香招认了，说那天在山上是你先出现在主子身边的。怎么，刚才还要把我关死牢，现在想起我来了？少废话！那天在山上到底是不是你动的手脚？放开我小妹！你这混蛋！你求人的态度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你家主子毒火攻心，若是再不施救，就算大罗神仙来了，也只能给他收尸。你果然懂医，懂又如何？不懂又如何？我父兄被打成重伤，我被污蔑入狱，这就是你们求医的诚意？诚意，在这个世道，刀就是诚意。父爷，不可啊！这可是公堂。我没时间跟你耗。丁家妇女就在后堂，他们治不了，你说你能治？好，我现在就给你个机会，你现在就进去治，治好了，我傅冷给你磕头赔罪。若是治不好呢？治不好，或者你敢耍花样，我就把你们陆家4口人的脑袋全部砍下来给我家主子陪葬。带路，既然你要赌，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爹，你醒醒，别下啊！没气儿了，小妹，爹好像没气儿了。闭嘴，哭丧还早了点，把爹放平，衣服解开。回阳。青青，咱们这是在阴曹地府了。爹，咱们回家了，小妹把咱们救回来了。爹，没事了，那贵人的毒暂时压住了，县令不敢扣人。都是爹没用，让你受委屈，还要去伺候那些吃人的权贵。爹，只要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，比什么都强。这次我不光要救人，还要让他们求着我救。青青妹妹，听说你从大牢回来后学了些偏方，正好我娘心口疼，你出来给瞧瞧。哪儿来的野狗在门口乱吠？要看病去回春堂，我这不伺候。哎呦，死丫头，你怎么说话呢？秀文可是秀才公，让你看病是抬举你。陆青青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念在往日情分上，你乖乖给我娘治好，我可以不计较你的粗鄙。情分？咱们之间只有仇，没有情。想让我治也行，诊金50两，先付钱后看病。50两？你想钱想疯了，简直是敲诈！贤贵，我看你也别治你娘了，先治治你自己吧。面色发青，眼底乌黑，脚不虚浮。宁秀才，你这是肾水枯竭之兆啊！你胡说八道，读书人的事。少读点圣贤书，多补补身子吧。软饭硬吃也就罢了，若是连吃的本钱都没了，丁家那小姐还能看得上你？我就说这秀才看着虚，原来是那方面不行啊！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不可理喻。娘，我们走。呸！扫把星！哼！以后宁家人与狗不得入内。陆青青，你个扫把星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是你害死了我家老头子！大家都来看看啊！就是这个毒妇，那天咒我家老头子有病，把人活活吓死了。陆青青，你出来！我爹本来好好的，你说他有病他就死了，你要是不给个说法，今天我就血溅你家大门！李老根死得太惨了，肚子大得像牛，听说死前还在吃土呢。莫非这陆青青真是乌鸦嘴，说是谁有病谁就死？要说法，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看到底是谁害死了你爹。陆神医，那是给死人的供饭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菜里放了什么？为何又苦又涩？就是俺娘前些日子买的盐，说是便宜，1两银子30斤。便宜？这哪里是盐，这是催命符。
这是提炼不纯的私盐，含毒土，伤五脏。毒土？俺爹是吃盐吃死的。长期食用劣质私盐，导致体内毒素堆积，脏器衰竭，加上营养单一，身体浮肿如牛。你爹不是病死，是被这省钱的念头毒死的。爹啊，咱们为了省几个钱，把您的命都省没了呀！我是畜生。陆神医，是我们有眼无珠。从今往后，李家三兄弟这条命就是您的，谁敢动您，我们就砍谁。起来吧，死者已矣，活人还要过日子，把这盐销毁，以后别再贪小便宜吃大亏。小妹，这全是咱们赚的，俺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二哥，这是大家的分红，以后咱们陆家只会更有钱。把哈喇子擦擦，别丢人。四喜，快来看银子，跟着我小妹混，以后让你吃香喝辣。师傅，这夜明砂不就是蝙蝠屎吗？太臭了，这怎么能给人吃？四喜，抬起头来，在医者眼中，世间万物无贵贱，只有能救命的药和害人的毒。这夜明砂虽晦，却能清肝明目，治瞎眼之症。你若嫌它脏，便是嫌病人的命贱。师傅，我错了，命比药贵，四喜记住了。小妹，你训人的样子比县太爷还有威风。威风顶什么用？这世道，手里有本事，兜里有银子才是净道理。哎呦，这不是修文不秀才公吗？陆叔气色不错。哎，好什么呀？这银簪子太沉，坠得我脖子酸。还是秀才公那个木头的轻省，看着就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？雅致。陆叔说笑了，身外之物罢了。对，身外之物。不过我家青青非要给我买，拦都拦不住，说是吃了苦就要享福。这孩子就是太孝顺。秀才公，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，走路还有点飘，是不是腰子不得劲儿？陆兴旺，你胡说什么？读书人熬夜苦读，气色差点也是常事。别急眼啊，我是好心。我家青青现在医术可神了，尤其擅长治那种男人那方面的亏空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要是有难言之隐，尽管来陆家，书给你做主，让青青给你免费看，绝不收你诊金。不必，我身体好得很，不劳陆大神医费心。哼，跟我女儿斗，气不死你个吃软饭的。哼，洗快点啊！没看见太阳都要下山了吗？这点活都干不好，真是白吃了我家的米。儿媳妇，我这胃疼的厉害，实在是没力气了，能不能歇会儿？哼，装什么装？以前在陆家讹钱的时候不是挺能演吗？现在跟我这装死，老陈婆，我告诉你，没有我爹，你儿子那个秀才名头屁都不是。作孽呀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，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？修文啊，娘不想活了。不想活就去死啊，省得拖累修文哥，你个老不死的。闭嘴！你竟敢这么对我娘！宁修文，你敢打我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吃我家的喝我家的，现在敢打我？我是这里的当家男人，再敢多嘴我就休了你！休来了！儿啊，娘不行了，肠子像被刀绞一样，疼死我了。娘，你忍忍，我这就去找岳父，让他来看看。找我爹？做梦！宁修文，你打了我，还想让我爹救这老陈婆？疼死活该！我也不会给你钱去请别的郎中。不能让娘死，流云村只有那个人的医术能救急，哪怕是把脸丢尽。娘，别怕，丁红使那个庸医不来，我们去找别人。陆青青，如果你救不了我娘，我宁修君做鬼也不放过你。陆叔，开门啊！我是修文。陆青青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儿啊，娘疼，快把门砸开。陆兴旺，你刚才还说有病尽管来找你，现在装什么死？你给我出来！好什么好？大白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大白天睡觉，太阳都下山了。陆云，快让你妹出来，我娘快不行了。哟，这不是刚铁骨铮铮离开的秀才公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头了？之前是我不对，陆云，人命关天，快让青青救救我娘。看病可以，我妹说了，陆家规矩，急诊先付钱。好，只要能救，多少钱我都给。不多，纹银50两。5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陆叔明明说免费的。我爹那是客气话，你读书读傻了还当真？那是给我妹攒嫁妆的钱，凭什么白送你？你们这是趁火打劫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，别套近乎。想吃白食找你老丈人丁红石去啊！哦对了，听说你刚打了丁香，秀才公，我看你走路腿都在抖，是不是在你身体不行，把你媳妇惹毛了？娘，你怎么了？看来晕了。既然没钱，那就慢走不送。
别脏了我家门口的地。小妹，那个你大哥他……大哥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？不是，是他最近晚上总是憋得难受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的。他说是你吩咐的，不到日子不行。那个到底要等到啥时候啊？大嫂，这可是严肃的医学问题。女子产后子宫就是肚子里装孩子的那个袋子，需要时间缩回去，伤口也要长好。那还得多久？你是难产伤了底子，至少要满42天，最好是3个月，还得10几天呢。我看他每天冲凉水澡，怪可怜的。大嫂，这时候心软就是害你自己，伤口要是崩开了，到时候遭罪的可是你。知道了，我听你的。那个小妹，这些羞人的话你咋说的这么顺溜？因为我是医生啊，在大夫眼里，这就跟吃饭喝水一样平常。书上看的，以后大哥要是敢不老实，你就让他来找我，我给他扎2针，他就老实了。小妹，发财的机会来了，天大的好事！县衙发的榜说是要办医术大赛，前3名赏银200两。200两？县太爷这么大方？不止呢。最关键的是，不论出身，哪怕是乡野郎中、医婆，甚至没证的都能参加。不限身份，不需要执医证。对啊，这不明摆着是给咱们送钱吗？咱村除了那个丁老抠，就你医术最神。二哥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只会掉陷阱。啥意思？这可是县衙盖了大印的。官方举办医赛，通常是为了选拔太医属人才，必须层层考核。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路数，说明他们急了，急需一个能治怪病的高手。而且正规的大夫已经束手无策了。你是说，这是为了给那个县令公子治病？除了他没别人。用这么大的阵仗，看来是用人参吊着命，快撑不住了。活该，那帮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。不过听说那公子是个傻子。傻子？听城里人说，那公子整天神神叨叨的，也不读书，就喜欢躲在深山老林里玩鸟。那个在山上救过我的傻小子，竟然就是县令公子。二哥，这场比赛不是为了选拔，是撒网捕鱼。捕鱼？捕谁？捕一条懂医术、能救命，却藏在民间的漏网之鱼。我刚用换血术救了人，县衙就搞这出，这是冲着我来的。青青姑娘，不，青青神医，快救救金财吧！这鱼刺卡了2天，连丁红石都没招了。既然丁郎中都看了，为何又来找我这无证的农女？是我嘴贱，是我有眼无珠。青青神医，只要能救命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。看病不问出身，只问生死。不过今日我不坐诊啊，这就见死不救了。我的徒弟陆四喜早已得我真传，这病他能治。不，他是个叫花子。不想治就出去。师傅说了，医馆不是菜市场，不讨价还价。治，四喜小师傅，求您给看看。鱼刺入肉太深，咽喉红肿如桃，硬拔会大出血，神仙难救。那咋办？这是化骨绵水。以威灵山配老陈醋，分5次慢饮，软化骨刺。威灵山松弛皮膜急，陈醋软化骨质，这是中医里的巧劲。想活命就别矫情，想想你爹为你2天没合眼，还没完。这最后一步必须要一口气吞下，以此物破血行瘀，逼出异物。这是啥？味道有点怪。那是雌凑粉。啥是雌凑？就是地里专吃庄稼根的大肥白虫，晒干磨的粉，也就是蛆的亲戚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我的老天爷呀！神医，真是神医呀！四喜小师傅，之前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欺负你孤儿寡母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这就是师傅说的，当我有本事救人命时，恶人也会对我低头。诊金2两，出门右转，恕不远送。四喜哥，哦不，四喜大夫，这是我家刚下的蛋，您拿着补补身子。我不收礼。还有，别乱采，这株是断肠草，有毒。啊，四喜哥真厉害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以后能不能教教我？师门规矩严，不外传。不过你们要是以后少干坏事，我可以考虑教你们认止血草。青丫头啊，可算找着你了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。李正叔，什么好事能让您爬这么高的山？县里要办医术大赛。赏银200两，不问出身，没执医证也能去。咱村除了丁红石就你行，但他那老古板不敢去。你要是去了，拿了名次，那就是给咱流云村争光啊！我不去。是喘症发作，别动，大口吸气。
含住药片，气沉丹田，跟着我的节奏呼吸。这是急症，下次出门记得备药。多谢姑娘救命。陆姑娘，好手段，让我们把这大山翻了个底儿朝天，你自己倒在这儿行医积德。为了抓我一个村姑，搞出这么大阵仗，县令府还真是闲得慌。少废话，带走。我自己会走，别碰我。由不得你，这次若救不回人，别说你，整个流云村都得陪葬。到了你的地盘，还要杀药寡？你这是干什么？疯了！先前多有得罪，要杀要剐冲我来，但我家公子快不行了，2日滴水未进，呼吸已绝。陆姑娘，我知道你有本事，求你救命！所谓的医术大赛，果然是幌子。你们这是走投无路了？是，只要你能救活公子，傅冷的命就是你的。这人虽鲁莽，但忠义可嘉。而且此时若拒绝，恐怕这群疯狗真会拉着流云村陪葬。起来，带路。多谢姑娘，这边请。脉象如游丝，五脏衰竭，这哪里是病，分明是半只脚踏进鬼门关了。姑娘，还有救吗？阎王让他3更死，我偏要留他到5更。不过我有条件。你说，1000两都行。诊金500两，现银。还有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不许插嘴，不许动手。成交，只要公子能活。公子从不吃糖，这时候喂糖有什么用？这是高浓度的糖精，他现在是低血糖休克，必须快速补充能量，刺激大脑苏醒。吞下去了，神了！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想让他死就拔刀。我要检查他腹股沟的淋巴毒素走向。封建老骨头，命都要没了还管酷气。滚，都滚开！不对，这毒变异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不是普通的毒发，有人在他体内下了子母蛊，我的针法刺激了母骨苏醒。杀！公子，住手！那是大夫！松手！这就是你们求医的态度，差点被这疯子掐死。陆姑娘恕罪，公子平日不这样，这毒发作起来六亲不认。这就是所谓的火灾毁容，这分明是严刑拷打留下的旧伤。姑娘，只管治病，别看不想干的东西，知道多了对你没好处。不想干，这些旧伤阻断了经脉，毒素淤积在伤疤之下无法排出。你不说实话，我就只能当普通中毒治，治死了别怪我。是仇家，公子受过非人的折磨，这具身体简直就是个破碎的瓷器，能活到现在全凭一口气吊着。把窗户全部打开，我要施针了。可是公子见不得风。现在的毒气比风更要命，快去！按住他的四肢，无论发生什么，绝对不能让他动。明白。这是什么针法？好快，根本看不清下针的位置。这叫阎王来了勾不走。最后3针，鬼门关前抢人。哼！公子，撑住啊！咽下去，这是救命的神药。又是糖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闭嘴！他在消耗生命力排毒，没有糖分补充，心脏瞬间就会骤停。吐出来！这血竟有剧毒，命保住了。这眼神怎么像是在哪里见过？好冷的杀气，却又透着一种绝望的干净。是你救了我，不然呢？难不成是你这傻大个侍卫哭回来的？公子，你终于醒了，吓死属下了。好，公子，你怎么了？别叫魂了，毒血武功心太久，刚才是回光返照的清醒，现在是正常昏睡，让他睡。吓死我了，陆姑娘真是神医啊！那糖也是神物，500两诊金，1分不能少。另外，那糖叫葡萄糖，以后我会教你怎么做。别高兴太早，上半身的毒是逼出来了，但毒素下沉，淤积在下肢淋巴系统，如果不及时疏通，
他这双腿就废了。那怎么办？还要扎针？当然，而且必须扎腹股沟的环跳，基门挤出大血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陆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况且我家公子最忌讳别人碰他那里。我是大夫，在我眼里只有病患，没有男女。你要是想让他以后当个摊子，就继续拦着。可是，公子要是醒来知道裤子被扒了，会杀人的。他现在昏得像死猪一样，知道个屁！让开！滚开！别碰我！别碰！这不仅仅是害羞或防备，这是刻入骨髓的应激创伤。这家伙到底经历过什么？完了，我就说不能拖吧。呸！这红烧肉糖色炒过了，发苦。这鱼也没去腥县，县衙的厨子是打死卖盐的了吗？陆姑娘，公子生死未卜，您还有心思挑剔菜色？这一桌子可是花了5两银子。5两？你们是被杀猪了吧？再说了，我现在可是被你们请在这里做客，出不去门，还不许我吃点好的压压惊。陆姑娘严重了，并非软禁，只是公子醒来前不敢劳烦姑娘奔波。切，说的好听，那个戴着面具的病秧子要是死了，我是不是还得陪葬？胡说！公子吉人天相，只是什么？是不是醒了？醒是醒了，但公子一心求死，水米不进，连药都打翻了。矫情！走吧，去看看这位不想活的大爷。这500两诊金还没到手，想死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姑娘有办法。对付不听话的病人，我办法多的是。带路。哟，听说有人想当饿死鬼，这死法可不体面，到时候皮包骨臭，入了土都得被阎王嫌弃。又是你！既然醒了，就乖乖喝药，积极治疗，别给家属添堵，这才是个合格的病人。不必白费力气，这具身体我自己清楚。多谢姑娘2次相救，来世再还。来世？这年头欠债的都喜欢推到来世，我只要现实报，把药喝了。公子，求您了，喝一口吧。陆姑娘医术通神，一定能救您的。公子，您若不喝，傅冷这就死在您面前。行了，演什么苦情戏？不想喝是吧？嫌苦还是嫌没人喂？莫郎，过来。我？既然病人不配合，那就只能上强制手段了。你过来捏住他的下巴，固定后脑勺，然后把药含在嘴里，以口渡之。以什么？嘴对嘴喂啊，这可是急救法。怎么，你们不愿意？那傅冷你来。陆姑娘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！公子清白之躯，这……姑娘饶命，属下不敢亵渎公子。放肆！都不愿意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只能本姑娘亲自上了。这就对了嘛，非得逼我用绝招。吓死我了，真是吓死我了。玩闹归玩闹，但我得说实话，你体内的毒比我想象的更麻烦。姑娘，刚才不是说逼出毒血了吗？那是心口的淤毒，现在剩下的毒素已经渗入骨髓和脏腑，这10几种毒药在他体内互相反应，生成了新的毒素，短时间内根本配不出解药。所以还是死局。按常规治法，确实是死局。你现在的身体就是个漏风的筛子，最多再撑3天。3天？这怎么可能？但还有一个办法，也是最后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只要能救公子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们在所不辞。全身换血。换血？把你体内带毒的血全部放掉，同时注入匹配的健康血液，这是唯一能把你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路子。换血术，这乃是传说中的禁术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大夫，治病救人还要查户口。普天之下唯有隐世不出的圣医门门主欧阳冰燕懂得此术，且此术凶险万分，十患无死。你一个乡野村姑怎么可能会这种秘术？说，你是不是圣医门派来的刺客？圣医门，欧阳冰燕，听都没听过。不过这换血术在古代确实骇人听闻。把刀收回去，我不知道什么圣医门，更不认识欧阳冰燕。我的医术是老天爷赏饭吃，自学的。至于换血的成功率，别人是10患5死，在我这儿是10患8生。敢不敢赌？你们自己选。怎么，刚才答应的痛快，
现在连碗粥都不敢喝。这副餐具吃与不吃并无分别，姑娘不必浪费粮食。公子，您这都3天没进食了，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啊！换血凶险，您得攒点力气。给我。徐公子，你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做给谁看？觉得死了是一了百了，是解脱？生亦何欢，死亦……闭嘴！少跟我扯这些酸文假醋。蝼蚁尚且偷生，你连路边的野狗都不如。野狗断了腿还知道去垃圾堆里刨食活命，你呢？放肆！我放肆？我看是你自私。你死了倒是干净，你这忠心耿耿的护卫怎么办？他们为了你下跪求人，为了你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你2腿一蹬，让他们陪葬。这就是你所谓的贵人风骨，不过是个懦夫。拿来。有力气生气，就有力气吃饭。张嘴，哼，咽下去。每一粒米都是这一线生机，你敢吐出来试试？吃了，公子终于肯吃了。若我活下来，定要治你不敬之罪。等你活下来再说吧。想治我的罪，先把命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。陆神医，刚才多有得罪，您那换血术真的有把握？我说过，在我这儿是10换8生。明白。但他现在的身体就是个漏斗，必须养3天。这3天，我们一定把公子当祖宗供着。听好了，我需要准备一些特殊的东西，你们去给我找鹅毛，要那种管子粗壮通透的，越多越好。鹅毛？对，还要烈酒，度数越高越好。另外准备几只活鸡活兔，我要做配型实验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这3天，除了那个什么抑制毒发的药，别给他乱吃东西，尤其是别让他情绪太激动。刚才那是激将法，再来一次气走了，我可不管。神医放心，谁敢像您那样气力公子啊？行了，我也得回去准备一下。这换血术极其耗神，我得回家补补觉，养精蓄锐。陆姑娘，属下派马车送你。不必大张旗鼓，给我弄辆不起眼的驴车就行。我是回家，不是去游街，别把流云村那群长舌妇引来。陆姑娘，公子这条命就全交在您手上了。若能攻城，傅冷这条命也是您的。我不缺命，我缺钱。记得把枕巾备好，少一文我都跟你们急。这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竟能把公子从鬼门关骂回来？大哥，小妹怎么还不出来？会不会被那县令公子给扣下了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小妹本事大，肯定是在治病耽误了。可是都1夜了，万一那贵人治不好，拿小妹撒气咋办？我就说不该让她一个人留在那虎狼窝里。大哥，二哥，小妹，你可算出来了！青青，没事吧？他们没难为你吧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昨晚没回家？回家也睡不着啊，爹在家急得转圈。我和大哥就寻思着来这儿守着，只要城门一开就能接着你。傻不傻啊你们？冻坏了怎么办？我又不是3岁小孩。那不行，你现在可是咱家的顶梁柱，哪怕我冻成冰棍，也不能让你少根头发。那是权力的象征，也是巨大的漩涡。青青，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那贵人的病很棘手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大哥、二哥，咱们回家。这世道人命如草芥，为了这几个傻瓜，我必须赢。不管是阎王爷还是权贵，谁也别想动我的家人。二哥，别抖，把鸡血滴进这1号碗里，2滴就行。小妹，这鹅毛管子插进血管里真能救人？我看这跟杀猪放血也没啥两样啊。这叫输血术，不懂别瞎说。爹，你也过来，借你指尖血一用。只要能救人，别说指尖血，抽干了爹这把老骨头都行。看，爹的血和这碗里的融合了，清亮无杂质。二哥这一碗咋了？炸了？看见没？里面有沙子一样的小颗粒，这叫凝集反应。二哥，你和爹的血型对不上啊！啥意思？血还能对不上？咱不是亲父子吗？哎呀，老二啊，既然被神医看出来了，爹也不瞒你了。爹，你瞒我啥了？那是一个大雪天，我在村口粪堆旁看见个2岁的娃，正跟屎壳郎抢粪球吃呢。抢粪球？爹，我有那么饿吗？可不是嘛！我看你抢不过屎壳郎，怪可怜的，就捡回来了。二哥，你看你这肤色，跟屎壳郎确实有点那啥。我说怎么大哥不打我不骂我？原来我真是捡来的！哈哈哈哈哈！傻小子，逗你玩呢。二哥，血型分好几种，不一定父子就一样。刚才那是骗你的。好啊，你们合伙耍我！爹，你变坏了！行了行了，不逗你了。青青，这什么血型凝集靠谱吗？绝对靠谱。徐瑞那条命就悬在这几根鹅毛管和这几碗血上，咱们陆家能不能翻身，也看这一遭。爹不懂医术，但爹信你。
放手去干，天塌了爹给你顶着。把筐放这儿，按之前教你们的，先把泥抖干净，别把好药材弄坏了。知道了，四喜哥。陆姐姐，你看我们采了好多药。青青姐，你看，陆神医，神医姐姐，您累了吧？神医姐姐，这是我娘特意让我带的大红枣，甜着呢，给您补补身子。你们干嘛？不是说好把药交了就走吗？四小，这就是你不懂事了。神医姐姐教咱们认药，咱们不得孝敬孝敬？四喜是我的学徒，我教他是本分。至于你们，陆家不收礼，只做买卖。这是你们今天的工钱，拿了钱把东西带回去。神医姐姐，我们不要钱，我们就想不想收钱，那就把草药倒回去，怎么来的怎么走。师傅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不该带他们来。四喜，你要记住，这世上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真正的朋友是平等的。这种还没干活就想着讨好走捷径的，心术不正。我记住了，以后我不带他们玩了。倒也不必因噎废神，只要咱们守住底线，把他们当短工用便是。这世道，好人要当，但这心眼得比坏人多。哎呦，青青妹子，起这么早啊？这就是勤快人有福气。是啊是啊，我家木头昨晚回去就一直夸你，说你是天上的仙女下凡，医术高明的不得了。大清早的嚷嚷啥？没事别挡道，我们要晒药了。陆老二，你别插嘴，我们是来找青青妹子的正经事儿。二位有何贵干？看病去回春堂，买药还没开张。不看病，这不是看你这儿缺人手吗？我家狗蛋那叫一剂量。对，3岁就认识，那是当归黄芪，比那个野种比四喜那孩子强多了。想拜师？嗨，啥拜师不拜师的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就让他在你这儿打个下手，随便教2手绝活就行。这肉和蛋你收着。这些人哪里是敬重医术，分明是看陆家靠行医发了财，想把孩子塞进来偷师，好分一杯羹。拿走！哎呦，我的鸡蛋！陆青青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给脸不要脸啊！听好了，想学医，先学做人。你们这算盘珠子都蹦蹦到我脸上了。我家四喜是正经拜过师、磕过头的，你们想空手套白狼，把孩子往我这一扔就想学本事？怎么说话呢？不就是个破郎中吗？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咱们这么看得起你，你别不识抬举。怎么着？想在陆家撒野，也不打听打听我陆云以前是干嘛的？行，陆青青，你等着，你有本事以后别求咱们村里人办事儿。慢着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他俩可以留下来。不过学医先学做人，要是让我发现有谁品行不端、心术不正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呸！这破草药还得捡根须，累死个人。四喜那小子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就是，你看他刚才那个神气劲儿，真以为拜了师就是少爷了，也不照照镜子，那是野鸡插毛装凤凰。嘘，小声点。等咱们学会了那女魔头的本事，谁还搭理那个没爹没娘的孤儿？你们刚才说什么？四喜哥，我们在背药名呢，你听差了吧？放屁，我都听见了。你们骂我是野鸡，还想偷师傅的本事，滚！都给我滚！陆家不留你们这种2面3刀的小人。打人了，四喜疯了！没听见吗？四喜让你们滚。师傅，我是不是很傻？我以为他们是真心想跟我玩。傻小子，这不叫傻，这叫善良。但你要记住，善良得带点锋芒。锋芒？这世上真正的朋友是平等的，那些一上来就讨好你、捧着你的人，往往都盯着你口袋里的糖，或者想踩着你的肩膀往上爬。那我不交朋友了，我就跟着师傅。哎呦，没天理了！陆家欺负人了，把我儿子吓得魂都丢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大清早的给谁哭丧呢？你儿子那是做贼心虚，被赶走那是活该。我不管，我儿子回家就发烧说胡话，那是被你们吓的。赔钱，没有10两银子，这事儿没完。1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我看你是皮痒了，想让你陆二爷给你松松骨。你打死我正好，大家都看着呢。陆家发了财就欺负穷邻居，还要杀人灭口啊！想讹诈？行，二哥去报官，就说有人在咱们神医门口寻衅滋事，让县太爷来评评理。报官？那我也躺着不走，我看你们怎么做生意。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！谁敢欺负我闺女，我就跟他拼命！你要躺是吧？行，你就躺着，我不怕养你一辈子。夜里寒湿，你就在这儿躺成个摊子。等你媳妇儿改嫁，儿子去要饭，我就给你在门口搭个狗窝，天天给你送泔水饭，养到你闭眼蹬腿为止。你们这一家子疯子，等着！你们给我等着！爹，威武！这招比我的拳头还管用。青青啊，爹是不是给你惹祸了？那泔水本来是留着喂猪的。
没，爹，你刚才帅呆了。公子，您就吃一口吧，这可是专门让人熬的红枣奶羹，补气血的。那走。您这都1天没进食了，明天就要，您这身子骨怎么撑得住啊？撑不住正好，直接2腿一蹬，我也省得费力气救个求死鬼。陆姑娘，您可算来了，快劝劝公子吧，他……劝什么？有人想死，神仙也拉不住。莫朗，把饭菜撤了，直接准备棺材吧。放肆！怎么想死还不让人收尸？徐瑞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全天下人都得求着你活，别太把自己当盘菜了。陆姑娘，激将法对我没用。激将？我是在陈述事实。这世上有一种虫子叫蜉蝣，蜉蝣朝生暮死，生命只有短短1天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们也会拼尽全力冲破泥沙，钻出水面。为了什么？为了在太阳落沙前完成他们生命的延续，证明他们来过这个世界。陆姑娘，您别拿我家公子跟那种低等虫子比行不行？太晦气了。闭嘴！虫子尚且知道惜命，知道那是作为生命的本能和使命，你呢？堂堂7尺男儿，遇到点挫折就要死要活，你连只虫子都不如。你简直粗鄙不堪！粗鄙？那你告诉我，你所谓的高贵就是在这儿等死，就是辜负所有拼命想救你的人。徐瑞，你这不是高贵，是自私，是懦夫才干的事儿。傅冷在，拿来。果然是欠骂体质，不骂不爽。吃了，终于吃了。陆姑娘，您真是神了。少拍马屁。吃完了让他休息半个时辰，然后带去密室，我有事要办。等等，陆姑娘刚才说为了生命的延续。啊，是啊，繁衍嘛，生物本能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后代。你说的对，我是该考虑这个问题。啊，这废太子的关注点是不是歪得太离谱了？对对对，公子，我也觉得陆姑娘说的有理，咱们得多生几个小公子。出去。是，这就滚。这鹅毛馆经过高温蒸煮和酒精浸泡，是目前最好的输血导管，虽然简陋，但管用。这就是你说的一命换一命？不是一命换一命，是借命续面。供血者的血进入你体内，会帮你重建防御。很好，血型匹配，没有溶血反应。傅冷的血虽然燥了点儿，但胜在身强体壮。换别人的血，我会变成别人吗？想什么呢？血只是载体，你的脑子还是你的脑子，你的记忆还是你的记忆。除非你觉得自己是个只靠血统活着的花下子。你和那些大夫都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因为我是女的，还是因为我收费贵？你眼里没有敬畏，无论是对死亡还是对我，你看到的只有病和命。在我眼里，只有能不能治的病人，没有能不能惹的贵人。进了我的手术室，你就是块肉。陆姑娘，可否冒昧问你一个问题？问吧，看在枕巾的面子上，知无不言。令堂是否姓水？水？没听说过。我娘就是个普通的村妇，姓李。怎么，太子爷查户口查到阴曹地府去了？是吗？那你这一身惊世骇俗的医术又是从何而来？梦里学的，神仙教的。这理由我跟官府说过800遍了，你不信？神仙？这世上若真有神仙，我徐家也就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了。你的缝合术，还有这换血之法，像极了20年前销声匿迹的隐世一族水家。难道这具身体的背景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？太子爷想象力真丰富，可惜我真不认识什么水家火家。与其操心我是谁，不如操心你自己。明天这一关要是过不去，你就是知道天王老子也没用。也是，若我死了，这一切也都无所谓了。放心，我不让你死，阎王爷也不敢收。徐瑞绝不会无地侯氏，那个水家究竟是什么来头？陆伯伯，青青姐，林月来啦，快进来，门口味儿大。小婉嫂子，这是刚下的鸡蛋，还有上次青青姐给的花样，我绣好了。哎呀，这猴子绣的跟活了似的。叶妹子，你这手艺进万家绣房都绰绰有余。嫂子过奖了，是青青姐画的样子好。妹子，
你明年就17了吧？这手艺谁家娶了那是烧高香。嫂子，我还不想这事儿。我看你也别去万家了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你觉得我家老二咋样？嫂子，你快别吓唬林业了。二哥那个木头，现在满脑子都是蝎子换钱。谁？莫朗，你们徐家的人是不是都有毛病？有门不走，非要蹲树。停，别跪，有话说话。公子不吃饭，你去。他不吃饭，你找厨子啊？找我干嘛？我是大夫，又不是保姆。只听你的，你去。昨天不是吃了吗？怎么今天又开始作妖？不知道，你若不去，我就在这儿蹲着。行行行，我去。真是怕了你们主仆几个，一个个都是大爷。青青啊，那徐公子病情反复无常，你一个人去，我不放心。姑姑，我也去，我也要坐马车。也好，省得村里人看见我跟个黑衣男人走了又嚼舌根。莫郎，备车，拖家带口一起去，吃穷你们县衙。好，管饱。公子，您这要是饿坏了身子，陆姑娘来了肯定又要骂我不尽心。闭嘴。大老远就听见有人念经。徐瑞，听说你又不吃饭，想修仙啊？没什么胃口。没胃口也得吃。我是来治病的，不是来收尸的。傅冷，出去。陆姑娘，我就在旁边看着，绝不插嘴。我要给他脱裤子，你也看。那我在门口候着。真要脱？废话，你双腿断骨重续，但经络里全是淤血，不疏通，这腿以后就是摆设。自己动手还是我帮你？我自己来。忍着点儿，可能会有点痒。这是水蛭哟，大少爷还认识这种乡野玩意儿？这是特制的医用水蛭，专门吸食陈旧淤血。以前在水牢见过。那正好，以前他们咬你，今天让他们帮你，这也算是以毒攻毒了。放松，别紧绷着肌肉，否则血流不通。陆姑娘，你不怕吗？怕什么？怕虫子？还是怕你？我是个废人，又满身污秽。在我眼里，只有病人和死人。你现在活得好好的，矫情什么？这小东西怎么往那儿爬？公子，刚才那药汤啊！陆姑娘，你在干什么？不冷，你想死是不是？怎么，傅侍卫也想试试这吸血疗法？这是疗法，我还以为……把脑子里的脏东西倒干净，滚出去守着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，公子。徐瑞，这只是第一步，要彻底根除毒素，我得给你来个大换血。换血？把你体内的毒血抽出一部分，再输入健康的新血。人体就是个容器，脏水倒出去，清水灌进来，慢慢就清了。换血？那得用谁的血？是不是得找老爷的血亲？只要血型匹配，乞丐的血和皇帝的血没区别。胡扯！我家公子金枝玉叶，怎能留下等人的血？傅冷，闭嘴！在阎王爷眼里，只有死人和活人，没有贵人和贱人。想让你家公子活命，就按我说的做，去找10几个身体健壮的年轻人，男女不输。我要筛选供血者，这就是硬指标。听他的，此事绝密，若走漏风声，唯你是问。属下这就去办。行了，治病是个体力活。莫朗，带路去厨房，我看那池子里有几条肥鱼不错。这是后院池子里的金鱼。那池子里的鱼笨得很，不用钩都能钓上来。那是县令大人的风水鱼，3两银子一条，说是保官运亨通的。现在它是保命汤，你家公子身体虚，只能喝粥，这鱼汤正好给我们补补脑子。你们简直是土匪进村！少废话。傅冷，供血者的事儿你要是办砸了，我就拿你的血给你家公子灌进去。反正你俩天天在一起，说不定血型挺配。你敢？我这就去找人。姑姑，这大个子是不是不太聪明？自信点，把是不是去掉。你吃完后就带着我爹回去，这里没你们能帮得上忙的地方。陆姑娘，凭什么以后让莫朗贴身伺候公子？
我跟了公子10年。因为你笨，你那脑子除了杀人，基本就是个摆设。士可杀不可辱。行，给你们个机会，我出2道题，谁答对了谁赢。第一题，傅冷听好了，有一种东西，你有，我有，大家都有，大钱国人有，帕姆斯人没有，是什么？帕马斯人，那些卷毛怪？这不通啊！既然大家都有，为何帕尔斯人没有？难道是良心？不对，帕尔斯人也有好人。是头发？也不对。行了，别转了，我都晕了。莫朗，听题：一只公鸡2只脚，2只兔子几只脚？8只。回答正确。这算什么题？这不公平！我的题比他的难10000倍。那是因为你的题需要脑筋急转弯，而莫朗的题只需要常识，连常识都没有，怎么照顾病人？你这是偏心！莫朗，以后徐瑞的饮食起居你负责，傅冷负责跑腿干苦力，就这么定了。陆姑娘，你要的人我找齐了，在哪儿？在城角一处隐秘宅院。姑娘，这换血术乃是逆天改命的禁术，千万小心。若是引来了那帮自诩名门正派的圣医门，别说公子，就连你的九族都保不住。圣医门，一群大夫还能吃人不成？他们不吃人，他们只清理门户。跟我来。这就是皇权的手段，所谓的供血，竟是掠夺。陆姑娘，选吧，哪些人的血能用，哪些人处理掉。陆姑娘，这帮富家子弟不吓唬不住，必须让他们知道厉害。恐惧会让血液流速加快，产生酸性物质。我要的是救命血，不是吓破胆的毒血。别怕，借你点东西救人，只要你配合，我保你毫发无损。这个不行，发生凝聚反应，输进去就是催命符。下一个。找到了！放肆！慢着，他是太紧张了，大家不要紧张。放心，我是大夫，不是屠夫。睡一觉，明天送你回家。算你小子走运，哼！能给我家公子换血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这福气给你要不要？别废话，把他带进密室，动作轻点。徐瑞，这过程会很疼，而且会有严重的眩晕感。若是撑不住，就喊出来，不救人。喊出来能止疼吗？不能，但能让你那个笨蛋侍卫心疼死。那还是算了，开始吧。别乱动，正在引出毒血，忍着点儿。这是把烂泥从你身体里挖出来的过程。抓住我，我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青青，若是这一关过不去，闭嘴！我的阎王殿还没开张，不收你这条命。这双眼睛竟比这世间任何光都要亮。第一次换血完成，徐瑞，恭喜你，还是个人。欠你一条命。记账上，利息很贵的。这么多血，公子他还活着吗？活得好好的，赶紧把这些毒血处理干净，别留下痕迹。圣医门要是闻着味儿来了，我可不负责打架。爹，早饭吃什么？我快饿扁了。陆姑娘，喝粥。谢了。怎么是你？我爹呢？四喜呢？陆大爷昨夜就回村了，四喜在房里等你。回村？他大半夜的回村做什么？四喜，出什么事了？爹怎么突然走了？姑姑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别慌，慢慢说。是不是村里有人生病了？不是生病，是那个崔石头半夜赶着牛车来的，说村里出大事了。什么大事？那个丁红石他带着官差把咱家围了，说是在咱家地里挖出了禁物。禁物？说是前朝的宫廷御药，现在爷爷被他们扣住了，说是要等你回去定罪。丁红石，好啊，我不去找你，你倒先把棺材抬到我门口了。徐瑞的命刚保住，我的后院就起火。看来这大秦国不把天捅个窟窿是没法好好过日子。别忙活了，先结账，500两，一条命。这价格公道，童叟无屈，还得加100两出诊费。我家房子漏雨要修，我爹身子骨弱要补，家里还有个早产的奶娃要养。陆姑娘放心，我家公子乃金枝，乃贵人，
区500两算什么？就是，莫说500两，便是千金万两，买公子的命也值。傅冷，去库房取500两给陆姑娘，再拿2只百年老参。这钱呢？上次县令修水局说是暂借库房银两，把你存的那点家底掏空了。那咱们随身的银票呢？都在这一路逃亡和治病的路上花光了。合着你们刚才是在给我演空城计？千金万两，我这还有点碎银子。陆姑娘，能否先欠着，待我修书一封？欠条能当饭吃，我不吃画的大饼。你要干什么？不可对公子无礼。退下。成色不错，勉强抵个100两定金。那可是御赐。剩下的400两记账，利息按9出13归算。这鱼看着挺肥，也是定金的一部分。那是南边运来的观赏金鲤，一条好几两银子。既然这么贵，那就更得拿走了。公子，他抓走了您的转运金旗。让他抓，命都是他给的，几条鱼算什么？这女子竟能让人忘了身处绝境的凄凉。有了这白玉扣和金鲤鱼换的钱，就算丁红石要在官府上下打点，我也能砸出一条路来。姑姑，不好了，真的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是不是丁红石又去家里闹了？不光是丁红石，是大哥。大哥怎么了？说清楚。刚才村里来线说，大哥在大槐树村给人做木工，被人诬陷在婚床上刻了诅咒的铭文。主家把大哥打了，打得浑身是血，现在生死不惊，爷爷也被气晕过去了。好一个连环计！丁红石在前，这烂事在后，这是要把我陆家往绝路上逼。姑姑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提着鱼去换钱，不管是死鱼活鱼，都给我换成银子。那你呢？我去杀人，不，去救人。姑姑，救人需钱，先变现。四喜，把鱼摆出来。姑姑，大哥那边没钱拿什么救命？拿什么打点？听我的。嚯，这鱼金光闪闪的，看着邪性，能吃吗？这老板这话说的，财神爷哪是用来吃的，这是用来供的。供的？此乃5福临门金鲤。您看这色泽，金生水，水生财，家里养上5条，寓意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好德、善终。5福临门，听着倒是吉利，怎么卖？一口价12两银子，连桶送您。这么贵？南边运来的才3两一条，10两。成交，祝老板财源广进。这就卖了。走，去当铺。这玉成色极佳，姑娘面生，这来路……县衙后院那位贵人赏的，说是最近这玉料开采难，这可是宫里流行的样式。既是贵人赏的，那自然没问题。15两。掌柜的，贵人说这玉可不止这个价，您收了去，转手卖给城里的富户，说是沾了县衙贵气的。20两，不能再多了。成交。四喜，拿着钱去医馆请最好的外伤大夫，直接带去家里。还能有谁？大槐树村那姓吴的一家，欺人太甚。老二别嚷嚷了，这事儿咱们没理。被打成这样还没理？爹，把话说清楚。你哥给吴家丫头做陪嫁的婚床，那吴家老头非让你哥在床头刻个花样，说是西边传来的，象征感情牢固。我照着图样刻了，谁知交货的时候，他们说那是诅咒死人的铭文。他们说是梵文，是超度亡魂用的。说大哥在婚床上刻这个，是要咒人家断子绝孙。图样呢？在这儿。这时候我才明白，他们就是想赖账，不想给那5两工钱。李正也去了，说这事闹大了，咱们名声更臭。本来咱们家就……算了，就当破财免灾。那5两银子不要了。凭什么？活干了，人打了，钱还没了。你懂什么？那是人家闺女大喜的日子，咱们要是闹，10里8乡都会说陆家木匠心肠歹毒，以后谁还敢找咱们做活？爹说的对，名声确实重要。小妹，连你也……但忍气吞声，名声就保住了吗？现在全县都会知道，陆家木匠因为嫉恨主家，在婚床上刻咒，以后别说做活，咱们出门都会被人戳几两骨。那能咋办？做生意诚信是命，但尊严是根，被人骑在头上拉屎还要地址，那叫窝囊废。二哥，
那吴家什么时候办喜事？明天正午。好，明天我们也去喝喜酒。青丫头，你可别乱来，那是人家大喜的日子。既然是大喜，那就得喜上加喜。范文，这穷乡僻壤，谁会懂这种东西？青青，这叫梵文，乃是西域圣语，唯有博学红烛方能涉猎。原来是你，宁修文。既然你想玩阴的，那我就陪你玩把大的。二哥，去把铜锣拿来。拿铜锣干啥？去村里摇人，告诉乡亲们陆家被人欺负了。明天跟我去大槐树村砸场子。周兄，你看这笔锋，若是刻在床头，像不像那索命的鬼爪？像倒是像，只是宁兄，这梵文真的能把陆家那个蛮子搞臭？一群泥腿子，懂什么梵文？他们只认死理，在大喜的日子出现这种像死字的符号，那就是触霉头。你也说了，你想让你那弟弟接手这一片的木匠活，陆枫不死，你弟弟哪有出头之日？可陆家那丫头最近邪门得很，要是闹大了，闹大才好。名声这种东西，就像这纸，一捅就破。只要吴家一口咬定这是诅咒，陆家就是有100张嘴也说不清。行，反正吴家那老头也想省那5两银子，但这事儿，宁兄你可得把自己摘干净。放心，我不过是个路过的书生，好心帮同窗参谋参谋罢了。至于怎么做，那是你们吴家的家务事。陆青青，这次我看你怎么翻身。得罪了读书人，我有的是法子让你生不如死。陆老二，你敲什么丧门锣？惊了村里的狗，你赔啊！赔个屁！老子今天要赔，也是赔那个狗日的吴家。青丫头，你也跟着胡闹，快下来！这像什么话？李正叔，既然大家都来了，正好做个见证。嚯，这吴家也太霸道了吧！陆家这事踢到铁板了，咱惹不我相信这是我二哥，昨天在大槐树村被人打了，不仅打了人，还赖了我们的工钱，更污蔑我陆家在婚床上刻咒害人。行了行了，受了委屈去报官，在这聚众能顶什么用？都散了散了。报官？官府断案要3天，我陆家的这口恶气今天就要出。明天我要去大槐树村讨个公道，凡是跟我去的壮夫，每人50文，或者找我看病免费1次。青青妹子，真给钱？现结，绝不拖欠。都给我站住！你们疯了吗？这是聚众斗殴，是要坐牢的。陆青青，你想害死大家吗？你要是敢带人出村，我现在就去县衙告你。各位叔伯兄弟，你们怕坐牢怕惹事，我理解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大槐树村敢这么欺负陆家？因为他们觉得流云村的人是一盘散沙，是一根容易折断的枯枝。当年逃荒，大家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是因为有人掉队了没人管吗？不是因为咱们抱团。今天他们敢欺负陆家，明天就敢骑在你们头上拉屎。如果强盗进村，你们是想被人一个个宰了，还是拧成一股绳把他们打出去？我不要你们去打架，我只要你们去站场子。若真出了事，所有的罪责我陆青青一人承担。妈的，这气我受够了！算我一个，不要钱，我就要以后给我娘看病。走，咱们兄弟也去，不能让外村人看扁了流云村。我也去，我会杀猪，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我也去，我会骂街，骂死那帮不要脸的。我也去，小妹，80多个了。反了反了，陆青青，你这是要把流云村往火坑里推！只要我还是李正，你们谁也别想出这个村。你要是敢迈出这一步，我现在就骑马去县衙告你们聚众谋反。李正叔，谋反是大罪，但法不责众也是至理。这80个人要是都去县衙喊冤，你觉得县太爷是抓我们，还是治你一个教化无方的罪？各位，明早晨时带上家伙，咱们去大槐树村喝喜酒。喝喜酒，喝喜酒！同喜同喜，大家吃好喝好。今日我家闺女嫁给秀才宫的同窗，那是光宗耀祖。这是哪家来贺喜的？怎么这么大阵仗？吴掌柜，恭喜啊！这大喜的日子，流云村陆家特来送份大礼。陆青青，你们拿着棍子干什么？这是造反吗？造你娘的反！林壮，把门给我堵了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。杀人了！土匪进村了！当家的救命啊！大哥，把那张刻咒的婚床给我抬上来。你们把这晦气东西抬来干什么？这是要咒死我闺女吗？晦气！
吴老爹，这床上的每一刀每一凿都是我陆枫的心血，是你为了赖掉那5两银子，污蔑我克纣害人！放屁！明明是你心术不正！兄弟们，把这帮穷鬼打出去！看谁敢动！吴老爹，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？陆青青，你有辱斯文！我是读书人，是秀才宫的同窗，你带人冲撞婚礼，这是大前律法不容的重罪。读书人，周深，你既然读过圣贤书，就该知道礼义廉耻。为了让你那不成器的弟弟接手木匠活，你伙同宁修文设计陷害我大哥。这床腿上的皱纹是你亲手画的图样吧？你血口喷人，大家别信他，她是流云村的恶女，她是来讹钱的。这就是那个陆家，听说陆家老大老实巴交的，真能干出克纣的事。各位乡亲，我大哥为了做这张床，熬了半个月的通宵。若是真想害人，何必等到交货才刻字？周公子，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把你弟弟叫出来，让他现场刻一个同样的雕花？若是他能刻出来，我陆青青把头割下来给你当球踢。这今天是婚礼，不宜动刀。是不宜还是不敢？大哥，这张床是你做的，也是他让你受了奇耻大辱。现在公道就在你手里，毁了它，那些泼在你身上的脏水，今天必须洗干净。吴家、周家，你们欺人太甚！别批，那是花梨木的，值20两银子啊！不能批，这是我的婚床，批了就是断子绝孙、大凶之兆！快拦住他！再往前一步，老子让你红二变白事！给我开！这就是你们说的纣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吴老三，刚才喊的最凶的是你吧？这床是谁让你污蔑我哥的？别杀我！我说是周深，是周深让我这么干的。他说只要毁了陆枫的名声，这木匠活以后就归他弟弟了。周深，你是读书人，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？周公子，还要我也给你一斧头，你才肯说实话吗？不怪我，不是我出来的，不是我想出来的，是宁修文，是他教我的。那些梵文符号也是宁修文画给我的。他说陆家人老实好欺负，这是万无一失的毒计。我是被他蛊惑的。让开，快让开，让开！宁大才子，好戏才刚开场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陆青青，放手！我是秀才，我是斯文人，你敢动我？我的腰，杀人了！修文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能干这种下作事儿？李正书，你别听他疯狗乱咬，我是读书人，怎么会懂木匠的勾当？是他自己心术不正，还要拉我垫背。宁修文，那天喝酒是你亲口说的，你说要整死陆家，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，你血口喷人，我要去县衙告你们，告你们污蔑功名。去县衙？好啊。那就让县太爷查查，你那几本所谓的圣贤书里，是不是夹着那张梵文图样？宁修文，今天我不动你，不是因为怕你，是因为你这条命还得留着慢慢玩。既然宁秀才死不承认，我也懒得脏了手，毕竟动手的是周吴两家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滚吧！哎，这孩子算是彻底废了。宁修文跑了，这笔账就得你们扛。我哥这腿伤，还有那张床的工钱，怎么算？我们赔，只有这么多了。陆姑娘，剩下的能不能打个欠条？欠条就不必了，我看这喜宴也没人吃了，倒掉也是浪费。这3两银子算医药费，剩下的债就用这顿酒洗抵了。兄弟们，今天敞开了吃，算吴掌柜请客。好，谢谢青青，谢谢吴掌柜。大哥，坐下吃点肉，补补身子，以后谁再敢欺负你，这就是下场。小妹，就这么放过宁修文那孙子，太便宜他了。让他身败名裂只是第一步，我要让他爬得越高，摔得越碎。二哥，别急，杀人那是下策，我要让他引以为傲的秀才功名变成催命的符咒。那个丁老头太不要脸了，拿着3文钱到处挖人，狗蛋那个叛徒，为了钱居然去帮他采药。让他去，丁红石那点半犊子医术，采回来的药也就是烂草根。金财，随他们去，漫山遍野都是药，他一个人哪怕长8只手也抢不完。
黑蛋，过来，是不是总觉得饿？饿，吃了饭也饿。后娘骂我是饿死鬼投胎。不是饿死鬼，是肚子里有虫子在抢你的饭吃。听好了，连皮带人，放嘴里嚼得烂烂的再咽下去，这东西能把虫子醉倒。小姑，这一把瓜子就能治病，我还以为你要给他扎针呢。这叫食疗。金彩，你要不要也吃点儿？明天保准给你个惊喜。陆神医，活神仙啊！我家黑蛋吃了你给的瓜子之后舒服多了，很多虫子还在动呢，我都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来的。那叫蛔虫，虫排出来以后黑蛋就能长高了。我以前还打他，以为他是贪吃。陆姑娘，这些黄豆是你诊金，以后谁敢说你坏话，看我不教训他！各位叔伯婶子，咱们陆氏诊所保证童叟不迁。走快点儿，还要去你那个穷酸同窗家借钱，丢不丢人？闭嘴！妇道人家懂什么？这叫通融。等我中了举人，中举？就凭你，现在连流云村的狗看见你都要叫2声。我爹说了，不再给你1分钱。丁香，你别忘了，是你当初死皮赖脸要嫁给我，现在嫌我穷，晚了。我那是瞎了眼，以为嫁了个官老爷，结果是个只能靠女人养的废物，连陆青青那个贱人都比你强。这就是那个负心汉秀才，真是一对活宝。陆姑娘，今儿不收货了。不收？之前不是和田老板谈好的长期供货吗？老板出门了，现在是老板娘做主。哟，这就是那个陆青青，长得一副狐妹子样，难怪把我当家的魂儿都勾没了。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我们是来做生意的。生意？我看是勾当吧。丁大夫都跟我说了，你们陆家的药材不干不净，还专门靠勾引男人卖高价。田夫人，商场如战场，丁红石恶意压价，你听信谗言是你的损失。我们的药材成色如何？你找个行家一看便知。我看你就是个烂货。拿着你的垃圾滚！以后长乐镇谁敢收陆家的药，就是跟我田家过不去。你这疯婆娘，这药我们要花10天才能炮制好。我揍死你！很好，丁红石、田家，既然你们想玩垄断，那我就让这长乐镇的药材市场彻底改姓陆。二哥，把药捡起来，这药太贵，他们田家买不起。这差价赚得漂亮。莫朗，以后你就是我陆氏药铺在县衙的独家代理人。陆姑娘过奖，我只是借了公子的事。那些药商见我是县衙的人，根本不敢压价，给的都是顶格的高价。哼，以前只知道你会潜伏刺探，没想到做起2道贩子来也这么顺手。怎么，以后打算改了当掌柜？傅冷，这叫资源递换。公子现在的处境，咱们得多攒点家底。小打小闹结束了，接下来是硬菜。这里有20瓶特制金疮药和祛疤药。这味道怎么跟宫里的玉露散有7分像？那可是用龙骨和橡皮熬的。龙骨橡皮我可用不起，这是我用土鳖虫、红花加上几味本地特产草药配的平替版。平替？就是效果差不多，但价格只有1/1000，我定价1两银子1瓶。我要让这药连路边的乞丐攒钱都能买得起救命。宫里那药千金难求，你这药效若真有7成，只卖1两。陆青青，你不仅是个疯子，还是个要把同行逼死的商业鬼才。这生意我接了。陆姑娘，有了这药，我有把握把县城那些富商的钱袋子掏空一半。那一半归你和徐公子，一半归我，成交。成交。钱的事谈完了，该办正事了。徐瑞的情况如何？公子已经在密室泡过药浴了，但他最近越来越嗜睡，怕是毒性压不住了。这次感觉比上次冷。忍着点儿，换血本来就是逆天改命，身体排斥是正常的。傅冷，把炭盆再挪近点。陆姑娘，这个陈公子靠谱吗？上次抓他来的时候，这小子可是鬼哭狼嚎的。我验过3次血，他是目前唯一的匹配者。只要他不乱动，这血就是徐瑞的续命汤。不对，这不是排斥法应。有毒，银针没变黑啊！有些毒银针测不出来。傅冷，抓条鱼来。血里有毒。啊！他是自己在服毒。傅冷，把屏风撤了。徐公子，这血的味道好喝吗？为了这一刻，我可是吞了半个月的断肠草微量毒汁，
老子劈了你！住手！杀了他，徐瑞就没血缘了。必须立刻阻断毒性回流，但这需要极高风险的放血术，一旦失手，徐瑞会立刻休克而死。拔针啊，神医！你拔针他也死，不拔针他也死，我们一起下地狱！快，取烈酒，干净的鹅管，再把我药箱里的解毒草捣碎，榨出汁液备用，动作要快。陆姑娘，公子快撑不住了，你看他气息都快断了。救回来了！你这小人，竟敢害公子险些殒命！今日必让你血债血偿！住手！不能杀他！傅冷，你忘了，他是目前唯一与徐瑞血型匹配的人，杀了他，徐瑞日后再遇毒发或需换血，便再无生机。陆姑娘说的对，一切以公子的安危为重。来人，把这人押下去，好生审问。你明白就好。吾辈读书人，当以此身报效朝廷。那些满身铜臭的商贾，即便有万贯家财，也不过是蝼蚁罢了。宁兄高见。不过眼下秋闱刚过，要想在士林扬名，光有文章可不行，还得有伯乐。李兄可是指住在城南别院的那位屈山先生？正是。屈山先生曾是国子监祭酒，但他性情古怪，厌恶八股文章，唯独痴迷搜集天下奇书。奇书就是那些闻所未闻的怪谈野史，或者孤本残卷。上次有个落榜秀才，仅仅是送了一本在此地失传的南疆古录，就被先生收为关门弟子。奇书若能投其所好，何愁前程似锦？想要奇书，那我便送你一本足以名垂千古的好书。小妹，啥奇书？咱家只有账本。二哥笨，师傅这是要给那小白脸下套了。你看师傅那相，跟上次坑丁红是一模一样。少贫嘴。四喜，去买最好的宣纸和墨汁，还要一罐鱼碧胶。二哥，去帮我找几个机灵的街头乞儿。得嘞，只要能整这姓宁的，让我去抓老虎都行。宁修文，你既想走捷径，我就给你铺一条通往地狱的青云路。前面的是丁香，怎么瘦成这副鬼样子了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举人夫人怀身子吗？举人还没考上呢，架子倒先摆上了，这哪是怀身子，看着像被鬼吸了阳气。闭上你的狗嘴！我这是反应大，说明肚子里是个大胖小子。修文说了，这叫贵子折娘，以后是要做大官的。贵子，我看是讨债鬼。你气血两亏，肝火虚旺，再这么耗下去，孩子能不能生下来两说。你的命怕是要先搭进去。你少咒我！我现在住在城里，吃香喝辣。修文马上就要拜大儒为师，以后我就是官太太。你们这些泥腿子，只有羡慕的份儿。被人当成血包榨干了，还在做梦？二哥，四喜，走快点，我们回去给那位未来的官老爷准备份大礼。这宁修文真不是东西，把媳妇儿折磨成这样，还在茶馆吹牛。所以我要亲手送他上路。师傅，是不是画的太生动了？不生动怎么能吸引人？那屈山先生虽是大儒，也是个男人，是男人就过不了这一关。正常翻阅看到的是长舌女和一犬救主，但只要手指稍稍用力摩挲，这胶水就会松开，里面的惊喜就会像炸弹一样蹦出来。若是宁修文把它当成正经奇书献上去，等到屈山先生当众翻阅时，那画面这辈子别想在读书人堆里混了。青丫头，这招是不是太损了点儿？毕竟是读书人的名声。爹，他对付我们家的时候可没想过名声，对付恶狼就要用猎枪，而不是佛经。爹，这个字念诈，兵不厌诈的诈，您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只要能唬住这个家，爹宁修文，饵已撒下，就等你这条贪吃的鱼上钩了。这次一定要成，只要入了屈山先生的眼，丁家那群势利眼就不敢再看低我。我的蛋，这可是家里最后的老母鸡下的。大老爷饶命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快滚！真是晦气。还好书没坏，这可是我的命根子。进去容易，
想囫囵个出来，可就难了。就是浪费了那几个鸡蛋。师傅，我们走吧，回去等好消息。是他。师傅，怎么了？那是谁？那个换血的死尸，她竟然不是普通的妻子，她是京城派来的执旗人。四喜，快走！这明安县的天，怕是要变了。师傅，这和书里写的不一样啊！不是说战马威风凛凛，日行千里吗？这几匹看着连磨盘都拉不动。书里那是美化过的，好马都送去边关打仗了，剩下的这些能喘气、能拉车就算不错了。那匹呢？毛色发红，是不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？长松大爷说这种马跑起来出的汗像血一样，只有大将军才配骑。少听村里老头瞎吹，要是真流血汗，那将军骑一拳下来，屁股不得染红了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将军来了月事呢。那是咋回事？这位小兄弟有所不知，并没有想真的流血，只是因其皮薄毛细，奔跑后血管充盈，透过皮肤显出红色，故而世人误以为是血汗。公子说的对，但也不全对。哦，姑娘有何高见？这种马肩颈部位的毛细血管极度发达，在此地这种干燥气候下剧烈奔跑，血管壁受压破裂，确实会有少量血液混着汗液渗出，这叫寄生虫性出血，是病得治。这种说法闻所未闻，却又异常合乎逻辑。寄生虫，姑娘懂医？不懂，听村口兽医瞎咧咧的。四喜，这地方太臭了，咱去买大肘子，不买马了。兽医？哪家兽医能懂这些？这小小的明安县真是卧虎藏龙。陆姑娘，那个我不方便，我先走了。我不就是想学个车吗？她又不是黄花大闺女，跑什么？别看了，她那是害羞，这种技术活儿还得我来教。傅大哥，你脸皮真厚，这叫自信。陆姑娘，不是我吹，我家公子驯马那是一绝，我这也就是学了点皮毛，不过教你们这种新手绰绰有余。回春医馆杀人了，奸商害命啊！怎么回事？这县衙后门也敢大声喧哗？站住！慌什么？谁杀人了？医馆出人命了！田乐山的货源除了我就是丁红石，他的货早就在前几天出清了。这批新进的货绝对是丁红石的。傅冷，这是大事，药材混假是要掉脑袋的。田乐山的货是丁红石供的，要是让他们反应过来销毁证据，这黑锅没准就要乱扣了。丁红石就是那个流云村的庸医，对，他医术不精，变药不明，为了赚钱，什么烂草根都敢往里掺。你是县令大人的亲信，现在带人去查，一抓一个准。你这是想借刀杀人？我这是为民除害。难道你想看着以后许你家公子吃的药里也混着毒草？来人，带上仵作和差役去流云村。丁红石，这回我看你怎么翻身！冤枉啊！我是冤枉的，那是田乐山陷害我，我可是十里八乡的名医，你们不能抓我！名医，药材里掺了断肠草的根须，吃死了人，证据却活脸叫名医，带走！放开我爹！你们这群强盗！我要让我父亲去告你们！冤枉啊！我是冤枉的！是你，陆青青，一定是你陷害我爹！你这个扫把星，你不得好死！丁香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你爹采药不分良友，卖药只图暴利，这就是胡说！我爹是为了这个家，你就是嫉妒我们要过好日子了。好日子，靠坑害人命换来的好日子你也敢过？你们父女俩，一个庸医害人，一个虚荣吸血，真是绝配。我不服，我有功，我给那个大人物献过药，那个贵人的药引子里有紫槐，我知道那是给谁用的，那是给……带走。师傅，那个丁老头刚才想喊什么？那个大哥哥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吓人？四喜，记住，有时候知道的太多，比不知道更危险。这只肘子怕是不好消化了，我们可能惹上了不该惹的麻烦。